相亲对象看向艾拉问道：“威尔登比斯顿小姐，这是你第一次相亲对吧？”真是陈词滥调的场景。相亲对象笑着说道：“其实我也是第一次。”他开始滔滔不绝：“我以前在学院里总是独自努力学习，成绩一直非常优秀。”艾拉尴尬地回应道：“原来是这样，我可没笨到需要整天学习的地步，这真的太无聊了。”艾拉叹了口气，母亲明明是自由恋爱，为什么会觉得这种平庸的男人适合我？相亲对象继续炫耀：“我拿过很多奖项，如果以后我们结婚，应该先讨论财产分配。”他抬起头问道：“你说什么？”竟然表现得这么露骨。艾拉微笑着问道：“现在谈论这些，是不是有点太早了？”相亲对象回应道：“你可能不太熟悉，但这些事最好早点定下来，尤其是涉及到钱的时候。”大门被猛地撞开，艾拉站起身，看向门口。相亲对象惊慌地问道：“那是什么声音？”艾拉看着门外说道：“谁知道呢？不过这可比相亲有趣多了。那不是皇帝直属的骑士团吗？”一群骑士闯入餐厅。皇帝陛下，鲁贝罗斯穿过人群，径直走向餐桌。为什么他会出现在这里？他停在桌前说道：“艾拉，威尔登比斯顿。”艾拉惊慌地回应道：“是的。”鲁贝罗斯俯视着他：“我的未婚妻在这里做什么呢？”未婚妻？还是他的未婚妻？艾拉彻底愣在原地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难道这是梦吗？为什么会变成这样？艾拉感到天旋地转，意识逐渐模糊。3年前的记忆如潮水般涌现，酒杯摔碎在地上，红酒溅了一地。那个夜晚，我宣布结束这段单相思。艾拉看着鲁贝罗斯的背影：“我已经如你所愿，感到疲惫了，我会从你的视线里彻底消失。”艾拉看着鲁贝罗斯的背影说道：“我已经厌倦了这段单相思，我再也不会出现在你面前了。陛下，请你找个优秀的人，幸福的生活下去吧。”他转身跑开，到头来他连头都没有回一下，真是个笨蛋。艾拉，他一边奔跑一边放声大哭。从那以后，我闭门不出了3年。那是皇帝加冕礼当天，也是他闯入相亲会的前几天。真搞不懂陛下为什么选在今天举行加冕礼，偏偏选在我的生日这天。蕾妮皱起眉头说道：“真不敢相信，你竟然喜欢过那种迟钝的男人。”艾拉拖着脸颊回应道：“我也很想知道原因。”蕾妮看向艾拉的手腕，好漂亮的手镯。艾拉展示着手腕说道：“这是哥哥埃尔菲恩今天早上送我的生日礼物。还有这个。”艾拉拿出一个沉重的铁盒，生存急救箱，冒险没什么好怕的。蕾妮疑惑地看着铁盒。蕾妮好奇地问道：“你哥哥是那种喜欢开玩笑的人吗？”艾拉无奈地回应道：“怎么可能？恰恰相反，他总是太严肃了，这才是问题所在。”马车缓缓停稳，侍从恭敬地喊道：“德利昂伯爵之女蕾妮小姐，威尔登比斯顿公爵之女艾拉小姐，诚挚欢迎2位来到皇宫。”艾拉提起裙摆，走下马车，看着眼前宏伟的宫殿以及密密麻麻的人群，我真的不想进去。艾拉看向皇宫深处，要不要先离开一会儿？他独自走进皇家森林，这里的空气3年了还是一点没变。艾拉仰起头，闭上眼睛。父亲、母亲、哥哥埃尔菲恩，还有比安卡。他捂住脸，眼泪止不住地流下。我真的好害怕。身后突然传来树枝被踩断的声音，艾拉惊恐地回过头。鲁贝罗斯拨开草丛，看着眼前的女孩问道：“你是谁？你是迷路了吗？”艾拉满脸泪痕，惊恐地缩起肩膀。鲁贝罗斯伸出手：“没关系的，来，我们一起走吧。”大帝国森林原本不向陌生人开放，但既然你能走到这里，看来森林很中意你。鲁贝罗斯牵着艾拉在林间穿行，他突然停下脚步，将手指抵在唇边说道：“对了，你绝对不能告诉别人今天看到了什么，这是一个秘密。见过这一幕的人最终都会被永远禁言。”但是鲁贝罗斯微笑着说道：“我会破例放过你的，我该怎么办？”鲁贝罗斯捏住艾拉的脸颊：“既然我们共享了秘密，你必须成为我的新娘。”回忆戛然而止，艾拉站在森林中大喊道：“别再想这些没用的事了，我不会再被痛苦的过去。”束缚住脚步，他握紧拳头，眼神变得坚定。我已经彻底摆脱了过去，正在大步向前迈进。艾拉深吸一口气，在林间小路上轻快地走着。艾拉举起手腕，在阳光下观察着手链，阳光照在上面，看起来更漂亮了。这不像是红宝石，到底是什么呢？那是红碧玺。一个低沉的声音从树荫处传来。艾拉猛地回过头，皇太子鲁贝罗斯。虽然想过可能会遇到，但为什么是现在？在加冕礼当天，他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？鲁贝罗斯停下脚步说道：“我就是根据那种宝石命名的，那是我母亲最珍爱的宝石，因为它和我眼睛的颜色一模一样。”鲁贝罗斯走近说道：“那条手链很适合你。”艾拉礼貌地回应道：“谢谢，这是我哥哥埃尔菲恩送给我的生日礼物。”鲁贝罗斯低声重复道：“埃尔菲恩。”他看着艾拉的眼睛说道：“艾拉，你还记得我的秘密吗？”艾拉疑惑地问道：“你的秘密？”鲁贝罗斯点头说道：“没错，就是那个，你是第一个知道的秘密。原来是因为那个秘密，才突然对我这么亲切吗？”艾拉垂下眼帘，原来是因为那个秘密。陛下，我现在看到你，内心已经毫无波澜了，我完全感觉不到任何东西。鲁贝罗斯停下脚步问道：“你说什么？”艾拉抬起头，自从3年前放弃你之后，我就已经彻底忘记你了。虽然我不再喜欢你，但我并不是那种会到处乱说别人秘密的轻浮之人。他握紧拳头，继续说道：“请放心，我一定会保守那个秘密的。”鲁贝罗斯看着艾拉说道：“艾拉，我……”话音未落，树林中传来了脚步声。埃尔菲恩走出来说道：“原来你在这里，我到处找你，所以就寻过来了。加冕礼马上就要开始了。”他看向鲁贝罗斯说道：“我会负责护送他，所以请您先行一步。”陛下。艾拉紧张地抓紧胸口的礼服，看着对峙的2人。鲁贝罗斯看向艾拉说道：“抱歉，你能先离开座位吗？”
我与骑士团长有急事要谈。艾拉起身行礼说道：“失礼了，我先告辞。”鲁贝罗斯看着眼前的男人，埃尔菲恩，你难道没有什么要对我说的吗？埃尔菲恩低头回应道：“请您原谅。”鲁贝罗斯继续问道：“作为朋友问你一句，为什么我送出的礼物会变成你送的？”埃尔菲恩说道：“艾拉对你的感情持续了整整8年，却从未传达给你。他又花了3年时间，才终于将那份感情遗忘。那个痛苦了11年的女孩，好不容易才找回笑容。”埃尔菲恩看着眼前的男人，鲁贝罗斯，求你了！鲁贝罗斯突然单膝跪地，埃尔菲恩惊慌地喊道：“鲁贝罗斯，不，殿下，请快住手！如果被人看到的话。”鲁贝罗斯低着头说道：“全都是我的错，只要能挽回他的心，我愿意付出一切，请你一定要理解我的这份心情。”埃尔菲恩看着跪地的皇帝，竟然做到了这种地步。埃尔菲恩深深地叹道：“哈！”金碧辉煌的大厅内，乐手吹响长号，侍从高声喊道：“皇太子殿下驾到，请各位致以崇高的敬意。”鲁贝罗斯身着华服，在众人的注视下，缓缓步入会场。艾拉站在人群中，看着那耀眼的身影，真是完美啊！艾拉盯着鲁贝罗斯的腿，他的膝盖好脏，是发生了什么吗？鲁贝罗斯从身边走过，两人视线交错，吓了我一跳。刚才好像对视了，即便是在我告白时，他也从未正眼看我，那绝对是错觉。蕾妮走近问道：“你听说了吗？”艾拉疑惑地回应道：“什么？知道什么？”蕾妮拉住艾拉说道：“你终于又露出笑容了，真是太好了。”艾拉愣在原地回应道：“啊！”深夜的房间里，月光洒在窗前，艾拉独自坐在窗边，手里拿着一个木盒。笑容吗？我真的还能再次露出笑容吗？他打开盒子，看着里面的东西，那是埃尔菲恩留下的。没错，笑容确实能让一切都变得美好起来。阳光洒进房间，艾拉将手按在箱子上。我已经决定了，要处理掉所有与他有关的东西。艾拉擦了擦额头的汗，看着装满旧物的箱子，呼，东西还真不少呢。艾拉拿起那本日记，该拿这本日记怎么办？这里记录了太多回忆。翻开书页，过往的点滴浮现眼前。艾拉合上日记本，将其重重地扔进箱子。这个也必须处理掉，必须让它彻底消失。我要抹去这一切，重新开始。艾拉推开门说道：“母亲，我要去参加相亲会了。”母亲微笑着回应道：“那真是个好消息。是的，我终于决定忘掉那个伤透我心的鲁贝罗斯。在相亲会上，我迈出了新生活的第一步。然而那个罪魁祸首却突然出现在现场。”鲁贝罗斯看着众人问道：“我的未婚妻在这里做什么？”艾拉从梦中惊醒：“他的未婚妻。”艾拉环顾四周说道：“这是哪里？这不是我的房间，刚才果然是梦吧？现实中怎么可能发生那种事？”他走下床，赤脚踩在厚实的地毯上。未婚妻什么的绝对是梦。陛下为什么会闯进相亲会场呢？艾拉停下脚步，躲在门后偷听。客厅里的贵妇说道：“谁知道呢？陛下的心思没人能猜透。比起那个，我更担心艾拉。”艾拉捂住嘴巴，难道那不是梦吗？另一名贵妇回应道：“真是无法理解，难道是因为艾拉以前太纠缠不休，陛下才想报复她吗？”嘘，小声点。艾拉睁大眼睛，报复，究竟是为什么？贵妇发现艾拉，急忙上前问道：“艾拉，你还好吗？你在这里站了多久？”艾拉低着头回应道：“我没事，忽视了我12年，现在竟然还要报复，简直太荒谬了。”他猛地转过身：“我要去见陛下。”贵妇在身后喊道：“艾拉，快等一下，没有预约是见不到的。”艾拉头也不回地跑开：“不用担心那个。”另一名贵妇拦住同伴：“随他去吧。”艾拉知道皇宫里所有的秘密通道。贵妇惊讶地问道：“你说什么？他为什么会知道那种地方？”同伴低声回应道：“我也是听别人说的，到底是谁告诉他的？”深夜的皇宫卧室里，鲁贝罗斯躺在床上，即便过了3年，你还是一点都没变。他察觉到屋内的气息，缓缓坐起身。几名黑衣人破窗而入，瞬间包围了大床。鲁贝罗斯看着领头人泰尔叔叔：“你过得还好吗？”刺客挥动短剑说道：“去死吧！”鲁贝罗斯侧身躲避，在狭窄的卧室内与数名刺客展开厮杀。清晨的阳光洒进走廊，侍从快步走向寝宫。陛下现在醒了吗？鲁贝罗斯站在窗前，背对着房门，白色的睡袍一尘不染。门外传来敲门声：“陛下，您醒了吗？”鲁贝罗斯转过身，神情冷淡。在他身后的地板上，横七竖八地躺着刺客们的尸体，鲜血染红了华丽的地毯。鲁贝罗斯整理着袖口，进来。罗登侯绝推门而入，焦急地喊道：“陛下，报纸上都已经闹翻了。”他将报纸摔在地上：“您昨天为什么要带兵闯入公爵女儿的相亲会？”鲁贝罗斯转过身：“真是愚蠢的问题。我已经成为了皇帝，既然我是皇帝，对待他的方式自然也会随之改变。”罗登侯爵看着他，那个可怜的公爵女儿，在经历了这么多之后，您是认真的吗？鲁贝罗斯走近一步，眼神冰冷地回应道：“我当然是认真的。”鲁贝罗斯迈步走向门口：“大臣们呢？”罗登侯爵紧随其后，他们已经在会议室等候多时了。鲁贝罗斯推开门：“现在就过去。”会议室内人头攒动，大臣们正低声议论。鲁贝罗斯站在台前，手里拿着文件，神情冷峻。大门被猛地推开，艾拉不顾卫兵阻拦，直接闯入会场。他推开挡路的大臣：“陛下，您到底都干了些什么？请解释清楚，昨天到底发生了什么？”鲁贝罗斯停下动作，看着闯入会议室的女人艾拉。艾拉站在大厅中央，看着眼前的皇帝，愣在原地回应道：“啊！”艾拉神色慌张地说道：“啊，不，这个时间，陛下通常都是独自一人，他难道忘记已经过去3年了吗？”
威尔登比斯顿公爵扶住额头，发出一声叹息。鲁贝罗斯合上手中的书本，说道：“是我失礼了，竟然忘记了与他的婚约。会议延期举行，你们都退下吧，只有公爵之女留下。”官员们纷纷行礼，转身离开大殿。艾拉低头轻声说道：“谢谢您帮我掩饰，我不知道您在开会，很抱歉突然闯进来。”鲁贝罗斯微笑着回应道：“没关系，我正打算去找你。找我？既然你特意赶过来，愿意听听我的话吗？”这个故事的类型是罗曼史。罗曼史。大门被猛地推开，埃尔菲恩大步走入室内，说道：“到此为止吧，请适可而止。”陛下，艾拉惊讶地问道：“哥哥？”埃尔菲恩伸出手说道：“艾拉，到我这里来。”鲁贝罗斯伸手拦住艾拉，说道：“不，我不允许任何人打断。”埃尔菲恩面露不悦：“放开她，她是我妹妹。”鲁贝罗斯毫不退让地回应道：“我做不到，她是我的。”所谓的罗曼史，原来是指皇室通讯录里的故事。我的。艾拉挡在两人中间说道：“请你们都住手。”哥哥，我只是在做我的工作，陛下是在向我咨询关于罗曼史小说的事。埃尔菲恩皱起眉头问道：“是这样吗？皇室通讯录是关系到皇室形象的重要出版物，而关于其中刊登的小说，我被委任了非常重要的职责。”艾拉捧着通讯录，露出灿烂的笑容：“我一定要好好完成这份工作。”鲁贝罗斯看着埃尔菲恩说道：“我不是在夸耀，但你确实找对了专家。没有人比19岁的少女更认真地对待罗曼史了。”艾拉气鼓鼓地说道：“哥哥，你怎么能干扰亲妹妹的工作？”埃尔菲恩沉默片刻：“你刚才说的是真的吗？”鲁贝罗斯双手抱胸回应道：“真没礼貌，你是在暗示我在撒谎吗？为什么他能表现得如此厚颜无耻的自信？”埃尔菲恩叹了口气说道：“我为刚才的误会道歉，是我失礼了。那么，请允许我先行告退。”他转身走出房间，重重地关上了大门。艾拉双手捧着脸颊说道：“真不敢相信，我竟然能参与皇室通讯录的小说，我好紧张。”鲁贝罗斯看着他兴奋的样子，我应该告诉他这只是个误会，但我现在说不出口。艾拉满怀期待地问道：“请继续说下去吧，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？”鲁贝罗斯沉默片刻，一点小小的误会应该没关系吧？他看着艾拉的眼睛说道：“这是一个关于一对男女擦肩而过的故事，在那个男人的身边，到处都是敌人，他们盯着他，也盯着他珍视的一切。男人深深爱着那个女人，但他无法忍受她因为自己而陷入危险，所以他只能选择放手。”鲁贝罗斯继续讲述道：“在获得保护她的力量前，男人决定隐藏自己的感情。”艾拉点头回应道：“我明白了。”但那个女人并不知道，她依然不断诉说着爱意，即便每次都被冷酷拒绝。真是个痴情的女人。艾拉垂下眼帘说道：“总觉得她有些可怜，难道就不能偷偷告白吗？”鲁贝罗斯摇了摇头说道：“男人的敌人无处不在，任何破绽都会害了他。”原来是这样。随着一次次的拒绝，女人受到的伤害越来越深，直到最后，她终于彻底离开了男人。鲁贝罗斯继续讲述道：“当男人终于获得力量，他立刻赶回到女人身边，但女人却告诉他自己已经不再爱他了。于是男人做了一个决定，从现在起，他要付出一切去赢回她的心。”艾拉急切地问道：“然后呢？”鲁贝罗斯微笑着回应道：“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。”艾拉愣在原地问道：“哎，就这样结束了吗？”鲁贝罗斯看着他问道：“你觉得这个故事怎么样？这种戛然而止的故事，到底要让人怎么评价啊？”艾拉陷入了沉思，仔细想想，这可是皇室通讯录的小说，我必须给出正确的回答。他深吸一口气说道：“这个，我不认为他在商业上会成功。”鲁贝罗斯惊讶地问道：“什么？”艾拉继续说道：“要抓住大众的心，扣人心弦的元素是必不可少的，而这个故事缺乏这些。不过，现在下结论还太早了，毕竟只听了一点序幕，不能决定一切。”艾拉露出灿烂的笑容说道：“大幕才刚刚拉开呢。”鲁贝罗斯点头说道：“没错，在作品完成之前，读者确实无法对其进行评价。我完全没想到，国务会议上竟然在创作罗曼史小说。”艾拉翻看着手中的资料，哇，这是什么？感觉好神秘。鲁贝罗斯看着艾拉的笑脸，戏剧才刚刚开始，接下来的剧情如何发展，全都取决于我。他神情严肃地说道：“威尔登比斯顿小姐，我必须向你诚恳地道歉。”艾拉疑惑地问道：“是？现在回想起来，我确实应该先向他道歉的。”鲁贝罗斯微微低头说道：“我会为干扰你的相亲道歉，还有未经同意就称呼你为未婚妻的事。对，这就是我来这里的原因。那是我的轻率之举，很抱歉损害了你的名誉。”艾拉沉默地看着他，不要因为这种事心跳加速。他强颜欢笑地回应道：“没关系的，毕竟那只是一场相亲而已。”鲁贝罗斯注视着他问道：“那么那场相亲对你来说也是毫无意义的吗？”艾拉笑着说道：“当然了，我随时都可以参加下一场，毕竟首都里到处都是贵族。如果还是不行，我就回领的嫁给家臣。”鲁贝罗斯震惊地问道：“你说什么？”艾拉兴奋地拍手说道：“对了，我还可以去留学，去结交外国的贵族也不错。听说其他国家有很多长相英俊的男人，到底是哪个国家来着？留学，结交人脉，英俊的男人。”鲁贝罗斯周身散发出令人胆寒的阴沉气息。艾拉肯定地回应道：“没错，就是这样。”皇帝紧紧抿住双唇，艾拉担忧地问道：“陛下，您没事吧？”皇帝声音颤抖地问道：“为什么要去做那种毫无意义的事？”艾拉疑惑地回应道：“您说什么？”鲁贝罗斯猛地抬起头，大声喊道：“为什么要去做那种毫无意义的事？如果你想结婚，直接和我结不就行了？”艾拉愣在原地，难以置信地问道：“什么？”鲁贝罗斯猛然惊醒，捂住嘴巴，惊呼道：“啊，是我听错了吗？
订婚还有结婚。艾拉看着眼前的男人问道：“为什么要提起这些？”鲁贝罗斯神色激动地说道：“那是因为我成为了皇帝。”他试探着问道：“艾拉？”鲁贝罗斯陛下。艾拉避开他的视线回应道：“我不愿意。”艾拉端着蛋糕走到男人身边说道：“祝您有个愉快的夜晚。这个蛋糕真的很美味。”鲁贝罗斯陛下，他总是把我当成透明人。艾拉看着他离去的背影说道：“陛下，鲁贝罗斯陛下总是无视我，就像我不存在一样。”旁边的贵族女人低声说道：“又是那个女孩，反正也不会被理睬，真是丢脸。”另一个女人附和道：“不管被拒绝多少次，她还是缠着陛下，真有耐心。但人应该有自知之明，真是个可怜的东西。因为那样，我被所有人排挤和议论，让我经历了所有的羞辱后，她现在竟然提起这件事。”艾拉流着泪说道：“我拒绝，我不再喜欢陛下了，我会当做没听过刚才的话，永别了。”鲁贝罗斯追上前喊道：“等一下！”艾拉没有回头，推开门跑了出去。鲁贝罗斯站在空荡的房间，看着紧闭的大门。艾拉独自走在长廊上，本来就该这样，我不会再动摇了。他擦去脸上的泪水，停下脚步。埃皮娜惊喜地喊道：“哦，艾拉！”埃皮娜招手说道：“你来了，快过来这里，你会见到一些熟面孔。她是鲁贝罗斯陛下的母亲，也是前任皇后。”艾拉笑着回应道：“好久不见，皇太后陛下。”熟面孔是指？兰德尔走上前说道：“好久不见。”艾拉惊讶地喊道：“兰德尔！”兰德尔微笑着问道：“过得好吗，艾拉？”兰德尔，我闭关3年里最好的朋友，也是我放弃单恋后在别墅遇到的知己。艾拉拉住他的手说道：“好久不见，你什么时候没打招呼就来王都了？”兰德尔回应道：“我今天刚到。”埃皮娜看着两人说道：“是我叫他来的，我很快要举办一场盛大的宴会，需要年轻女士们的帮助，让引领社交界未来的年轻人聚集在同一个地方，诞生出真诚的联系，这就是社交界盛开的花朵。”埃皮娜握住两人的手问道：“你们愿意帮我实现吗？”艾拉与兰德尔齐声回应道：“当然，陛下，我们会尽力的。”就这样，我莫名其妙地加入了盛大宴会的筹备委员会。盛大宴会筹备委员会的第一天，艾拉躲在柱子后面，没想到刚离开没多久，就又和他碰面了。我得避开他。鲁贝罗斯停下脚步问道：“他转过身看向走廊另一头，兰德尔。兰德尔微笑着走上前，艾拉躲在暗处观察，他在跟陛下说什么。鲁贝罗斯看着兰德尔，脸上露出了温柔的笑意。艾拉呆呆地望着这一幕。艾拉坐在茶歇会上，周围的贵族们议论纷纷，玛利亚竟然要结婚了，皇太后还邀请了比阿特利斯家族。蕾妮凑近问道：“就是你半夜逃跑，躲在南方时亲近的那个人？”艾拉端着茶杯回应道：“你这么一说。”蕾妮压低声音问道：“不觉得奇怪吗？”艾拉疑惑地问道：“什么意思？皇太后从未见过他，却特意邀请他来王都，让他在社交界出道，难道是要把他介绍给皇帝陛下？”艾拉放下茶杯回应道：“管他呢。”塞西尔摇着扇子说道：“上流社会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无法无天了？”方杰回应道：“连跟踪皇帝的人都能在这里进进出出，丢脸逃走的人竟然还有脸回来。”艾拉看着他们，这两个人真是一点没变，一个凡人的存在，这就是我带给他们的感觉。他走上前微笑着说道：“好久不见，塞西尔小姐。”方杰子爵夫人。塞西尔故作惊讶地说道：“哦，你在这呀，威尔登比斯顿小姐，你来皇宫有什么事吗？”艾拉平静地回应道：“和你们二位一样，为了帮皇太后陛下筹备接下来的盛大宴会。”塞西尔掩嘴笑道：“哎呀，真是个迟钝的人，竟然把客套话当真了。如果被皇帝陛下知道，场面一定会变得很尴尬吧？”艾拉微笑着说道：“我可不这么认为，毕竟我几天前才和陛下聊过。”他聊了一些非常有趣的言情小说。他摊开双手问道：“你们觉得这是对待尴尬之人的方式吗？”塞西尔尖叫道：“那不可能！这里的所有人都知道陛下有多讨厌你，我才不信这种明显的谎言。”艾拉凑近他问道：“那不如你自己去问陛下。”塞西尔惊慌地喊道：“什么？”艾拉挑起嘴角问道：“你该不会是害怕了吧？”塞西尔气得发抖：“你竟敢！”艾拉看着塞西尔说道：“即使被陛下拒绝，我依然能说出我爱他。那不是因为我不懂分寸，也不是因为我迟钝，而是因为我选择了勇气，并且没有放弃。你连对自己喜欢的人说一个字的信心都没有，所以能不能别再贬低别人的感情了？”塞西尔咬紧牙关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另一边，兰德尔在走廊里轻快地跑着：“我能交到很多朋友吗？真的好期待！我想和大家相处得很好。”他推开沉重的大门，大声喊道：“大家好！”兰德尔微笑着出现在众人面前。方杰指着艾拉说道：“你这身寒酸的裙子是怎么回事？这也是需要很大勇气才能选出来的吗？”艾拉愤怒地喊道：“你说什么？请注意你的言辞，方杰子爵夫人。”方杰展开扇子说道：“真遗憾，这裙子太不体面了。作为女人，我都为你感到尴尬。女人应该时刻注意形象。”艾拉咬牙反驳道：“女人的价值不是由外表决定的。真没想到你的想法竟然如此陈腐。”方杰掩嘴笑道：“我这是在担心你，你该不会打算穿成这样去参加盛大宴会吧？难道你还有比这更让人尴尬的衣服吗？”完全不是，艾拉会穿上一件裙子。兰德尔张开双臂继续说道：“那是扎哈德帝国最好的设计师制作的，不仅是裙子，我们还有最好的专家负责它的整体形象。”方杰冷笑道：“那是真的吗？艾拉小姐住在乡下，可不代表你能理解首都的潮流。”艾拉满脸冷汗：“兰德尔，你到底在说什么？”兰德尔微笑着回应道：“啊，你可能还不知道，因为那是皇帝陛下直接准备的。根据我的命令，陛下真的很期待，他会给他的舞伴艾拉穿上最美的裙子。”艾拉彻底愣在原地，这是怎么回事？
艾拉站在原地，他从刚才开始到底都在说什么？艾拉震惊地喊道：“午饭。”时间回到1小时前，皇帝的书房内，鲁贝罗斯神情严肃。他喜欢的颜色？兰德尔回应道：“天蓝色。”鲁贝罗斯点头说道：“好。”他继续问道：“他喜欢的宝石？”兰德尔回应道：“蓝色拓帕石。”鲁贝罗斯握紧拳头，明白了。他再次问道：“那他喜欢的款式呢？”兰德尔回应道：“没有什么特别的。”鲁贝罗斯皱起眉头：“好吧。”什么？兰德尔伸了个懒腰：“我已经回答了你所有的问题。”但艾拉并不挑剔。鲁贝罗斯低声说道：“我明白了。”兰德尔微笑着继续说道：“对他来说，重要的是礼物是谁送的。他对礼物的喜爱程度，取决于他对那个人的喜爱程度。”鲁贝罗斯陷入了沉思，脑海中浮现出艾拉流泪拒绝他的模样。“我拒绝，我不再喜欢您了。”威尔登比斯顿家族是唯一拥有足够力量制衡皇室的家族。我的父亲威尔登比斯顿公爵长期与前任皇帝交好，他也曾与前皇帝提尔扎哈德往来密切。提尔怀揣着野心，觊觎着皇位继承权，威胁皇太子鲁贝罗斯的地位。然而，鲁贝罗斯拥有卓越的能力，从未让提尔真正得逞。在前任皇帝退位，提尔失去皇室成员身份后，我的父亲如今保持中立，不与任何人结盟。提尔最终被赐予基尔顿之名，离开了皇宫，从此以提尔基尔顿的身份生活。偏偏在这个时候接近我，显然是因为他成为了皇帝，变得更加贪婪。如果他吸收了威尔登比斯顿的力量，就会成为名副其实的至高统治者。雷尼愤怒地问道：“你现在明白自己做了什么吗？”兰德尔低头回应道：“是的，非常抱歉，我一直待在乡下，所以对这些一无所知。”艾拉沉默不语。我一直假装不知道，因为我不想去相信，但在内心深处，我其实早就怀疑过。雷尼制止道：“兰德尔，快起来，这太荒谬了。他反正都会成为皇帝。你当初纠缠着说爱他时，为什么没想远一点？”他指着艾拉说道：“别再让自己被欺骗了。”艾拉坚定地回应道：“我当然不会。”雷尼拍着他的肩膀，振作起来：“你能做到的，对吧？”艾拉转身走向大门，别担心，我已经忘掉了一切，获得了新生，我的心绝对不会再动摇。他用力推开沉重的大门，大步走上前去。鲁贝罗斯捧着大束鲜花：“早上好，艾拉。因为工作原因，我有一段时间见不到你，所以特意来请求一件事，你愿意做我的舞伴吗？”在盛大派对的开幕式上，艾拉皱起眉头回应道：“我想我前几天已经把意图表达得很清楚了。”鲁贝罗斯轻声说道：“我知道，但是即便如此，我还是决定等你。”艾拉看着眼前的鲜花，但这终究是不对的吧？艾拉看着眼前的男人说道：“陛下真是一个自私的人。”鲁贝罗斯愣在原地。艾拉继续说道：“我不想再见到陛下，请再也不要像这样出现在我面前。”他转身跑开，留下鲁贝罗斯独自捧着鲜花。艾拉提着裙摆在走廊里飞奔。我做到了。我冷静地把话说完了，没有哭出来。虽然眼眶已经湿润，但我没有回头。他冲进花园，在草地上疾驰。啊！脚下突然一滑，艾拉失去平衡，向前摔倒。艾拉重摔在草地上，好痛！灌木丛后传来人声：“准备工作进展顺利。我告诉过你吧，那个红眼睛的家伙拥有邪恶的力量。”红眼睛是指鲁贝罗斯皇帝吗？提尔继续说道：“放心吧，60名刺客将伪装成贵族随从潜入皇宫。刺客行动将在盛大派对中悄无声息地开始。在派对中途，提尔冷笑着说道：“就算他有红眼睛，也终究只是个人类，他不可能独自对付整整60个人。”提尔冷哼一声说道：“蠢货！”随从颤抖着问道：“什么？”提尔逼近一步说道：“你难道不知道那些潜入皇宫暴露的人最后都怎么了吗？他们没有被关进地牢，也没有逃跑的迹象，甚至连一具尸体都找不到。”随从冷汗直流。那他们到底去哪了？提尔阴沉地回应道：“谁知道呢？没人知道。但有一点可以肯定，那绝对不是地牢，所以我们必须杀了他，绝不能失败，除非你想落入比地牢更恐怖的地狱。”随从低头回应道：“是，明白了。”艾拉躲在草丛后，这太糟糕了。鲁贝罗斯，陛下有危险。艾拉站在皇宫门前，我能见他一面吗？就一小会儿。守卫冷淡地回应道：“陛下下令，任何人不得入内。我可以代为转达消息。”艾拉焦急地问道：“那我什么时候才能见到他？”守卫低头回应道：“无可奉告。”艾拉咬紧牙关，我该怎么办？现在还能相信谁？提尔阴冷的声音再次在脑海中响起：“你知道那些暴露的人最后都怎么了吗？”如果他说那些暴露的人消失了，就意味着还有人潜伏在宫内没有暴露。不是这样的，我必须亲口告诉他，现在谁都不能信任。艾拉握紧拳头，指甲深深陷入掌心。我必须找到一个可以信任的人。艾拉来到皇太后宫殿，对着侍从说道：“我要求见皇太后埃皮娜和大皇帝约翰陛下，我有紧急的事情，必须立刻告诉他们。”侍从惊讶地看向他：“艾拉小姐。”她面露难色地回应道：“非常抱歉，皇太后陛下患了感冒，目前正在隔离治疗，大皇帝陛下也正陪同在侧。”艾拉追问道：“什么？要隔离到什么时候？”侍从继续解释道：“为了防止感冒在盛大派对上蔓延，他们计划隔离到痊愈为止，恐怕您这段时间都无法见到他们了。”艾拉脸色变得惨白：“我该怎么办？照这样下去，可怕的事情就要发生了。”名媛们聚在一起讨论舞会的装饰花卉，玫瑰还是丁香。下达命令的人一定是提尔基尔顿，我认出了他的声音。艾拉站在人群中，神情恍惚，没想到他竟然对皇位如此执着，为了夺取地位，甚至不惜杀害自己的亲骨肉。他简直疯了！我不敢相信提尔竟然是这种人。耳边传来名媛的嘲笑，听起来像谎言，对吧？
当然了，京城谁不知道陛下有多么厌恶艾拉？我必须尽快把这件事告诉陛下，但我该怎么做？塞西尔摇着折扇，艾拉小姐，你看起来脸色不太好，是因为没能预定到舞会的礼服吗？方杰冷笑道：“无论自尊心多么受挫，编造这种谎言也太过分了。开幕式就在眼前，京城恐怕没有沙龙会愿意为你提供礼服。”塞西尔凑近说道：“如果你肯低头道歉，我或许能把穿剩下的旧礼服施舍给你。”方杰附和道：“总比你现在穿的这件要精致的多。”大门突然被推开，侍从走进来问道：“请问威尔登比斯顿公爵之女在场吗？”名媛们惊讶地转过头，侍从恭敬地宣告道：“我奉皇帝陛下之命前来传达旨意。”艾拉猛地抬起头，侍从继续说道：“这是陛下送给您的礼物与亲笔信。”侍从张开双臂，展示身后堆积如山的礼盒，华丽的礼服挂满架子。艾拉呆立在礼物堆中，不敢置信地看着这一切。塞西尔脸色惨白：“这怎么可能？”方杰咬牙切齿地问道：“这真的是陛下送来的吗？而且是送给他的？”侍从平静地回应道：“是的，完全正确。”塞西尔低声议论道：“看来舞伴的传闻是真的，他们什么时候变得这么亲密了？”方杰嫉妒地说道：“艾拉小姐真是了不起，竟然真的赢得了陛下的心。”侍从端起托盘递到艾拉面前，说道：“陛下叮嘱过，希望您能亲自阅读这封信。”艾拉颤抖着伸出手，接过那封印有火漆的信件。艾拉低头看着信封，缓缓拆开火漆。“我很好奇，为什么每当我拿起笔想要去见你的冲动，就会在内心深处涌现？”艾拉看着信纸，眼眶微微湿润。“既然如此，那就请来见我吧。我有非常重要的事情想要亲口告诉你。”他继续向下读去。“然而，在你主动来见我之前，我并没有打算亲自去见你。”艾拉气得大喊道：“为什么偏偏在这种时候要完全按照你说的话去做啊？”他紧紧抓着信纸，既愤怒又无奈。“你说我是一个自私的人，但事实并非如此。你可能觉得自己很了解我，但我向你保证，你对我还有很多不了解的地方，包括我多年来一直埋藏在心底的感情。即便你无法接受我的心意，我也有话必须告诉你。”艾拉看着信纸上的字迹，心跳不由自主地加快。“我会在开幕式当天的早晨，在中央花园等你。”鲁贝罗斯。艾拉猛地睁大眼睛，啊！开幕式当天的早晨，就在仪式开始之前。他兴奋地跳了起来。“谢天谢地，真是谢天谢地！”艾拉停下动作，平复着呼吸。“这只是我作为扎哈德帝国公民应该尽到的义务。没错，我只是为了拯救帝国才去见他的。我对陛下根本毫无兴趣。”时间飞逝，开幕式当天终于到来。艾拉换上华丽的礼裙，走向约定的中央花园。鲁贝罗斯早已等候在那里。他看向走近的少女，说道：“艾拉，你今天真漂亮。”艾拉停下脚步，直到这一刻为止，我都以为一切进展得非常顺利。我从未想过事情竟然会变成这样。如果我能早点告诉陛下关于那些入侵者的事，我原以为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艾拉满脸泪痕，声音颤抖着哀求道：“陛下，请听我说，请一定要听听我想说的话。那是很久以前的事。”鲁贝罗斯站在花园里，看着走来的女孩。艾拉穿着白色长裙，脸上带着微笑。他注视着艾拉，脸上泛起红晕。“艾拉，你看起来真迷人。”艾拉心跳加速，脸颊泛起红晕。“等等，现在不是想这些的时候。”艾拉环顾四周，问道：“这里没有别人吧？”鲁贝罗斯点头回应道：“是的，没有别人。”艾拉神情严肃地说道：“陛下，我有件极其重要的事情，必须亲口告诉你，因为不能让其他人听见。我可以凑近耳语吗？”艾拉走上前去，脚下突然一个踉跄，身体失去平衡，他惊叫道：“我要摔倒了！”鲁贝罗斯伸手稳稳接住摔倒的艾拉，他看着怀里的女孩说道：“看来你还是和以前一样笨拙。”艾拉靠在他胸口回应道：“非常感谢。”鲁贝罗斯注视着他问道：“所以你更喜欢耳语吗？”艾拉红着脸回应道：“是的。”鲁贝罗斯突然发力，将伊拉横抱起来。他迈开脚步说道：“我们时间紧迫，就这样边走边说吧。”艾拉靠在他肩头，心跳快得无法控制。他离得太近了。鲁贝罗斯抱着伊拉，在走廊里走着说道：“我会走慢一点，你尽管开口说吧。”鲁贝罗斯抱着他，穿过长长的走廊，来到一处安静的地方。他在艾拉耳边低语，凑近他的脸颊。鲁贝罗斯停下脚步，将伊拉放回地面。他看着艾拉问道：“你刚才被吓到了吧？”艾拉整理着裙摆，抬头看向他回应道：“那是当然的。”艾拉看着鲁贝罗斯，他的家人竟然想杀他，他一定受了很大打击，现在肯定非常害怕。鲁贝罗斯突然沉下脸说道：“你竟然敢偷听，是活腻了吗？”艾拉愣在原地问道：“什么？”鲁贝罗斯皱起眉头问道：“你一点都不害怕吗？你应该立刻逃跑才对。”艾拉大声回应道：“你到底在担心什么？陛下有刺客在盯着你啊！”鲁贝罗斯猛地靠近：“那根本不重要，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你。”艾拉整个人僵住，鲁贝罗斯猛地转过脸：“不，我的意思是，事情就是这样而已。”鲁贝罗斯移开视线说道：“首先，我们先换个地方。”艾拉被他抱在怀里。“等等，他是在害羞吗？”他的耳朵变得好红。鲁贝罗斯神情严肃：“艾拉，你听好了。”艾拉有些迟疑地回应道：“好的。”鲁贝罗斯语气坚定地说道：“在这座皇宫里，没有我不知道的事情。”艾拉愣愣地看着他：“我明白了。”鲁贝罗斯再次将他横抱起，两人在走廊中对视。艾拉惊讶地问道：“所以你早就知道了？”鲁贝罗斯平静地回应道：“那是当然。”艾拉垂下眼帘说道：“怎么会这样？我还以为你不知道，一直很担心你。”鲁贝罗斯收紧手臂说道：“所以你必须听我的，如果之后发生危险，你就头也不回地逃跑，明白了吗？”艾拉靠在他怀里回应道：“好吧。”鲁贝罗斯抱着他，穿过洒满阳光的长廊，
艾拉突然反应过来，问道：“顺便问一下，我们要去哪里？”鲁贝罗斯露出微笑回应道：“去舞会现场。”鲁贝罗斯抱着伊拉，大步走进舞会大厅，众人的目光瞬间聚集。艾拉惊慌地喊道：“陛下，请快把我放下来！”鲁贝罗斯低头看着他说道：“你刚才扭伤了脚踝，不是吗？你必须小心一点。”艾拉眼眶含泪地说道：“陛下，请听我说。”鲁贝罗斯微笑着回应道：“我也想听，但是……”艾拉在他怀里挣扎着喊道：“放我下来！现在就放我下来！”鲁贝罗斯笑着回应道：“那可不行！”大厅里的贵族们全都露出震惊的神色。天呐，所有人都在看着我们！艾拉用双手捂住脸，羞得满脸通红，脑子里一片混乱。鲁贝罗斯抱着她，在众目睽睽下停住脚步，说道：“我们到了，我的女士。”鲁贝罗斯弯下腰，将伊拉稳稳地放在地上。他牵起艾拉的手，优雅的行礼说道：“能邀请你做我的舞伴，真是我的荣幸。”艾拉看着眼前的男人，原来这就是他一路抱着我过来的原因。艾拉看着眼前的男人，他是故意的，这样我就没法在众人面前拒绝。鲁贝罗斯伸出手臂说道：“请往这边走，我的女士。”艾拉将手搭在他的手臂上，虽然有些懊恼，但这确实是我多年的梦想，能与陛下一起步入舞池。侍从高声宣告道：“鲁贝罗斯扎哈德陛下以及他的舞伴艾拉威尔登比斯顿小姐入场。”花瓣在空中飞舞，伴随着雄壮的进行曲。艾拉并肩走在鲁贝罗斯身边，我就这样和他走在一起，在所有人的注视下，双手紧紧相扣，我们就这样并肩而行，向所有人展示着爱意。在如此幸福的状态下，我简直不敢相信，梦想真的实现了。鲁贝罗斯牵着艾拉的手，引导她走向王座旁，你就坐在我身边。艾拉顺从地坐下，看着他弯下腰，在自己的手背上落下一吻。鲁贝罗斯温柔地说道：“我很快就回来。”他直起身子，走向大厅中央的讲台。艾拉独自坐在高处，看着那个挺拔的背影。侍从高声宣布道：“现在，请皇帝陛下发表开幕宣言。”鲁贝罗斯站在高台上，我在此宣布，盛大舞会正式开始。台下响起雷鸣般的掌声。艾拉坐在座位上，身体微微颤抖，双手紧紧攥住裙摆。她看着鲁贝罗斯的背影，指尖因为用力而发白。贵族们纷纷欢呼鼓掌，庆祝舞会的开幕。鲁贝罗斯结束宣告，带着微笑走回座位。他原本轻松的神情，在看清前方时瞬间凝固。原本属于艾拉的座位，此刻空空如也。他脸上的笑意彻底消失，艾拉不见了。艾拉走进花园凉亭，为了独处才逃到这里，结果却有人先到了。前方站着一名男子，他背对着伊拉叹了口气。那个人到底是谁？明明只有我知道这个地方。丹尼尔低声说道：“我好想他。”兰德尔。艾拉愣在原地。兰德尔。阿米塔公爵丹尼尔正独自站在花丛中。艾拉突然从身后出现。你好。丹尼尔吓了一跳，猛地转身喊道：“哇呀，你是谁？”艾拉行礼说道：“我是威尔登比斯顿家族的艾拉，这里平时没什么人来。如果你迷路了，需要我带路吗？”他露出温柔的笑容，他一定会觉得我是个善良的人吧。丹尼尔看着艾拉，真是个可疑的人。既然你说这里没人来，那你为什么会在这里？艾拉垂下眼帘回应道：“其实是因为一些情况，我和陛下一起参加开幕式，结果引起了其他夫人的愤怒。一想到又要被大家欺负，我就觉得头痛，我怕连累朋友才躲起来的。”丹尼尔看着他，原来他正在被欺负吗？艾拉继续说道：“我的朋友蕾妮和兰德尔现在一定在到处找我，真抱歉没法去见他们。”丹尼尔听到名字后，身体微微一颤。兰德尔。艾拉看向丹尼尔说道：“如果有另一位男士在我的身边，就能帮我避免这种困境。如果你不介意的话，我想找个人陪我一起。”丹尼尔沉默片刻，问道：“你认识兰德尔吗？”艾拉露出微笑，两人并肩走在走廊上。丹尼尔继续说道：“这是我第一次来皇宫，所以迷路了。你真的帮了大忙，没想到兰德尔会有这么善良的朋友。”艾拉轻声回应道：“这没什么大不了的。”丹尼尔走在走廊里，终于开始理解皇宫的布局了。这里就是宴会厅吧？艾拉摇了摇头回应道：“不是在那边。”两人相视而笑。丹尼尔环顾四周问道：“兰德尔现在在哪？”艾拉微笑着回应道：“这是他第一次参加皇宫举办的派对，他现在一定玩得很开心。如果我们去热闹的地方，应该就能见到他了。”与此同时，蕾妮正提着裙摆寻找艾拉去哪里了。他肯定会躲在人烟稀少的地方。宴会厅内人头攒动，贵族们围在鲁贝罗斯身边。“陛下，好久不见了。”宴会厅内热闹非凡，贵族们围着鲁贝罗斯说道：“希望能偶尔见到您的脸。”他心不在焉地环顾四周，他去哪了？鲁贝罗斯在人群缝隙中看到了远处的艾拉。艾拉。他正要上前，却发现艾拉身边站着一名男子，两人正亲密地交谈。鲁贝罗斯停下脚步，脸色变得阴沉。丹尼尔看着艾拉说道：“他似乎不在这里，我们要不要去外面看看？”艾拉挽住他的手臂回应道：“那就这么办吧。”丹尼尔伸出手臂说道：“这里人很多，为了安全，请让我护送你吧。”艾拉挽住他的手臂：“谢谢你。”鲁贝罗斯站在远处，看着两人离去的背影，他转过身：“我先失陪了。”随后快步离开宴会厅，脸色阴沉的可怕。蕾妮正走在走廊里，肚子好饿。他看向身边的兰德尔，指着窗外说道：“我们先去吃点东西吧，花园里应该准备了食物。”丹尼尔笑着说道。兰德尔的脸被蜜蜂蛰得肿了起来，我竟然完全没发现，我还傻傻地问他：“你正在吃什么呢？”艾拉掩嘴轻笑：“天哪，真的吗？”丹尼尔继续说道：“事后我想起来，真是懊恼的想抓头发。”两人亲密的样子引起了旁人的注意，快看，他又在勾引别的男人了。芳姐冷笑道：“看来他又被皇帝陛下给甩掉了呢。难道他们一起入场，条件就是他以后再也不能靠近陛下吗？”丹尼尔看着那些贵族，
那些人又开始了，这就是他们欺凌别人的方式吗？所谓的高层社会真是令人作呕。方杰走上前，哎呀，艾拉小姐，真不知道你在这里。他突然倾斜酒杯，将红酒泼向艾拉。哎呀，我的手滑了！丹尼尔迅速侧身，挡在艾拉身前，红酒全部泼在了他的制服胸口上。丹尼尔眼神冰冷，请小心一点。方杰惊慌地说道：“我的手真的滑了。”艾拉看着丹尼尔，丹尼尔大人，你没事吧？丹尼尔眼神冰冷，在我不知道的时候，皇宫的礼仪竟然发生了这种变化。难道现在可以这样对待公爵的女儿吗？方杰低下头说道：“真的很抱歉，我先告辞了，祝你们在派对上玩得愉快。”艾拉看着丹尼尔，你的衣服都湿了，为什么要保护我？丹尼尔温柔地回应道：“保护女士是骑士的职责，我应该在这种事发生之前就阻止他们的，真的很抱歉。”艾拉伸出手，轻轻触碰他的胸口。艾拉拿出丝帕，轻轻擦拭丹尼尔胸口上的酒渍。丹尼尔有些局促，那个，我可以自己来。艾拉停下动作，两人指尖相触。不远处的台阶上，鲁贝罗斯正静静站着，他面无表情地注视着花园里的两人。艾拉察觉到视线，抬头看向高处，鲁贝罗斯在远处冷冷地注视着这一切。蕾妮正走在花园里，突然停下脚步。皇帝陛下。兰德尔惊喜地看向丹尼尔，说道：“哦，丹尼尔，看来你已经见过艾拉了。我还在想，你一个人跑到哪里去了？原来一直和艾拉在一起。艾拉也看到了他。陛下怎么会在这里？”丹尼尔看向兰德尔，有些尴尬地回应道：“我刚才迷路了，是他帮了我。”鲁贝罗斯走下台阶，看着丹尼尔说道：“你的衣服似乎湿了，应该有人带你去休息室。”艾拉急忙上前回应道：“啊，既然这样，我可以带他。”鲁贝罗斯眼神冰冷，打断了他的话，继续说道：“在我正要和艾拉小姐谈话的时候。”艾拉愣在原地，有些不知所措。蕾妮见状走上前说道：“丹尼尔大人，那边有一个空房间，我带你过去吧。”丹尼尔点头回应道：“谢谢你，蕾妮。”蕾妮拉着丹尼尔离开。好了，我们快走吧。花园里只剩下两人。艾拉看着鲁贝罗斯，那个，你有什么话要对我说吗？鲁贝罗斯问道。你现在和他是什么关系？艾拉露出惊讶的神色。鲁贝罗斯转过身继续追问：“我是问你和丹尼尔阿米塔到底是什么关系？”艾拉支支吾吾的回应：“那个。”丹尼尔挽着兰德尔说道：“那是真的。”兰德尔被蜜蜂蛰了，脸都肿了，他还没发现，甚至还问我在吃什么。艾拉笑着看向他问道：“那是真的吗？”艾拉停下脚步：“你是从那一刻开始喜欢上兰德尔的吗？”丹尼尔握住双手说道：“你能保守秘密吗？我不希望流言蜚语把兰德尔牵扯进来。”他露出感激的笑容：“谢谢你，很高兴向艾拉小姐这样善良的人是兰德尔的朋友。他真是个纯真的人，一定是非常喜欢兰德尔吧？”鲁贝罗斯站在一旁，沉默地注视着艾拉，那种笑容，他最近有对我露出过吗？鲁贝罗斯打断道：“不，你不需要解释。”艾拉疑惑地回应道：“啊，是吗？”鲁贝罗斯低下头说道：“我甚至没有权利去过问那件事。”艾拉看着他问道：“哎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”鲁贝罗斯继续说道：“即便到了现在，我也没有权利留住你，更没有权利去阻碍你的幸福。我什么都没有。”他转过身说道：“我不会再继续打扰你了。”鲁贝罗斯背对着伊拉走远。“我祝你幸福。”艾拉轻声说道：“我想你误会了什么。”他伸出手喊道：“陛下！”手停在半空中，又无力地垂下。但我该怎么说呢？艾拉低下头，没有理由去澄清这个误会。自从那天起，兰德尔抱怨道：“这几天好吃的太多，我觉得自己长胖了。这场宴会什么时候结束？”蕾妮回应道：“那就别吃了，那是不可能的。”是陛下。鲁贝罗斯穿着正装，面无表情地走过长廊，他甚至没有回头，直接从艾拉身边走过。艾拉愣在原地，哎，他刚才是直接无视我了吗？第二天，图书馆，艾拉问道：“茶话会是什么时候？是明天吗？”蕾妮回应道：“你不是说不吃甜食了？”兰德尔反驳道：“我什么时候说过？”艾拉抱着书走过，再次遇到了鲁贝罗斯，他竟然又避开了我。明明是我拒绝了他，我也对他没兴趣了。但是艾拉低下头，脑海中浮现出鲁贝罗斯曾经温柔的样子，为什么他总是挥之不去呢？艾拉低声呢？难道既然能这么轻易转身，当初为什么要那样做，让我产生误会？兰德尔疑惑地问道：“你刚才说什么了吗？”艾拉掩饰道：“没什么，我们走吧。”独自在这里心乱如麻，甚至还产生了期待。大概他的感情也就这种程度，真是太愚蠢了。兰德尔放下茶杯说道：“你们听说了吗？北方的拉尔夫·林德曼伯爵最近一直在追求希尔卡。”蕾妮惊讶地问道：“真的吗？听说他们最近经常在一起。”兰德尔继续说道：“你为什么一点都不惊讶？那个狐狸精竟然真的恋爱了。”蕾妮喝了一口茶，虽然我们很讨厌他，但他在男人中确实很受欢迎。兰德尔点头回应道：“原来如此。”兰德尔托着腮感叹道：“连希尔卡都要恋爱了呀！”三人陷入了短暂的沉默，三人同时叹了口气。蕾妮一脸严肃地说道：“但这并不意味着你可以随便找个人约会。”兰德尔托着腮抱怨道：“可我身边根本没有可以约会的人啊！”艾拉苦笑着回应道：“反正也没有人会想和我在一起，毕竟我曾追着一个男人，还被贴上了跟踪狂的标签，名声早就毁掉了。就这样，我们三个人因为不同的原因，谁都没法谈恋爱。”艾拉突然站起身说道：“我肚子饿了。”侍者走上前说道：“花园里的甜点很棒，今天的推荐是苹果塔。”艾拉微笑着回应道：“谢谢你，我们走吧，我现在就想好好享受。”兰德尔起身说道：“我也是。”艾拉吃着甜点，赞叹道：“太好吃了，这是我这辈子吃过最棒的苹果塔。虽然天气很好，阳光实在太强烈了，我甚至睁不开眼睛。”
艾拉伸手遮住阳光，雷咪淡然地说道：“我觉得还好。”兰德尔附和道：“我也是。”草帽女子递过一把遮阳伞，请用这个吧，我现在要进屋去了。艾拉接过伞回应道：“谢谢你。”草帽女子微微欠身说道：“没关系。”艾拉看着手中的伞，话说回来，刚才那个人是谁？他握住伞柄，轻轻撑开遮阳伞，米白色的蕾丝伞面挡住了刺眼的阳光。艾拉独自走在花园里，感觉舒服多了。远处传来尖锐的叫喊声：“放开我！”艾拉停下脚步，疑惑地看向树丛深处，住手！陌生男子强行拉扯着塞西尔，粗鲁地低吼道：“乖乖跟我走！”艾拉惊讶地看着这一幕，是希尔卡小姐，谁来帮她？周围竟然一个人都没有，我该怎么办？塞西尔拼命挣扎着喊道：“我叫你住手，你没听到吗？”陌生男子死死按住他，咬牙切齿地说道：“这都是为了我们好，拿出一份文件，难道真的有那么难吗？”塞西尔愤怒地反驳道：“你当我是白痴吗？在失去私兵借调合同后，偷走那份文件，就等于偷走500名私兵。别把我这种人和你混为一谈，一直以来都是你单方面在纠缠我。”男子低着头发，出一声冷笑：“我本想安安静静地解决这件事。”男子猛地拽住塞西尔的头发：“你还是没搞清楚状况吗？如果传出一个谣言，说希尔卡家族的小姐私生活放荡，完全不在乎名声，只要我想，就能让这个谣言成真。你想现在就试试吗？”塞西尔脸色惨白：“不要！”就在这时，一把遮阳伞从天而降，重重地砸在男人的头上。艾拉大声喝道：“把你的脏手从他身上拿开！”塞西尔眼眶含泪，趁机挣脱了束缚。男子捂着后脑勺：“该死，这是什么东西？你到底是谁？”艾拉挡在前方，将塞西尔护在身后。男子走近说道：“我还在想是谁，你是威尔登比斯顿公爵的女儿吧？”艾拉问道：“你怎么知道？”男子露出冷笑：“我和公爵关系很好，这次就放过你，快滚吧！这种家伙和父亲关系很好。”艾拉上前一步说道：“这和那件事没关系，对弱者施暴是不可原谅的。”男子停下脚步回应道：“是吗？那要不要测试一下，到底能不能原谅？”艾拉紧握遮阳伞，看着眼前的变故。鲁贝罗斯挥动长剑，将男子击倒在地，他踩住对方的脸：“你竟敢在皇宫之内！”鲁贝罗斯俯下身，盯着脚下的男人说道：“你绝对不会有善终。”鲁贝罗斯挥手示意，对着卫兵们说道：“把他带走。”男子被强行脱离，艾拉站在原地，看着卫兵远去。鲁贝罗斯转过身：“艾拉。”艾拉低着头回应道：“是。”鲁贝罗斯走上前，愤怒的大声说道：“我告诉过你，如果情况变得危险，就毫不犹豫地跑掉。你到底为什么要？”鲁贝罗斯突然停住，看着眼前的少女。艾拉眼眶湿润，看着鲁贝罗斯说道：“不，我很担心你会受伤。”他突然上前一步，用力抱住鲁贝罗斯。鲁贝罗斯愣在原地，任由他紧紧抓着衣襟。艾拉靠在他怀里，颤抖着说道：“我真的很害怕。”艾拉抱住塞西尔：“你一定受惊了，立刻去医务室。”他看向旁边的卫兵：“你们在干什么？快带艾拉小姐进去。”卫兵们低头回应道：“是，长官。”鲁贝罗斯转过身：“这座宫殿不该有，避开我们视线的死角。”下属低头致歉：“我的歉意。”鲁贝罗斯继续下令：“审查目前的安保状态，并向我汇报。”卫兵挺直身体回应道：“是，明白了。”鲁贝罗斯转过身，独自走向长廊深处。艾拉穿过宫廷花园，走向医务室。阳光透过高大的窗户，洒进安静的房间。塞西尔躺在洁白的床上，看着守在床边的艾拉。塞西尔紧紧抓着被角：“为什么？你要救我？你没有理由为我做到这种地步。”艾拉看着塞西尔：“救人需要理由吗？”塞西尔猛地坐起身：“你说的对。”他抬起头问道：“你知道吗？我以前很讨厌你，考虑到你找我吵架的次数，很难不注意到。”塞西尔苦笑一声：“那不是因为我，是因为我的父母。”他看向窗外说道：“从我很小的时候就是这样，我的父母总是告诉我要小心那些身份地位比我高的同龄女孩，就像你这样的人。”塞西尔的父亲指着远方说道：“那个女孩地位比你高，要小心，绝对不能输给她。”幼年的艾拉跑过来，开心地问道：“你好，要一起骑马玩吗？”塞西尔站在原地回应道：“那是小孩子才做的事，虽然我很嫉妒，我也很羡慕你总是那么自由。所以，我第一次对你刻薄的那天。”塞西尔双手抱胸说道：“身为贵族小姐，竟然骑马，真粗俗！我对自己深感失望。但是……”父亲摸着塞西尔的头说道：“做得好，不愧是我的女儿。”他露出笑容，继续说道：“从现在起，也要继续对她刻薄。”塞西尔站在原地，看着父母满意的神情。塞西尔低着头说道：“我很晚才意识到那是错的，但那时已经太迟了。”他声音哽咽：“我甚至没有勇气道歉。我真的很抱歉。为了直到现在的一切，如果能回到过去，我会回到那一刻，做出不同的选择。”艾拉看着他回应道：“你说的对，或许已经太迟了。不幸的是，我们无法回到过去，但是我们剩下的生命还没有结束，才刚刚开始。”艾拉转过身，露出温柔的微笑：“我们可以从现在开始重新来过，还不算太晚。”他轻轻拍了拍塞西尔的肩膀。塞西尔抬起头，流着泪问道：“你真的这么认为吗？”艾拉露出微笑：“当然。那么，让我们从今天开始重新来过。”塞西尔愣在原地，看着那只伸向自己的手，他猛地扑进艾拉怀里，放声大哭。塞西尔哽咽着说道：“谢谢你，真的非常感谢你。”艾拉温柔地搂住怀里的少女，她轻抚着塞西尔的背，眼神变得坚定而柔和。艾拉紧紧抱着塞西尔，安抚着他的情绪。大门被猛地推开，方提埃冲进房间问道：“塞西尔，你没事吧？”他看着相拥的两人，愣在原地问道：“这是什么情况？”艾拉松开塞西尔，有些尴尬地说道：“请假装什么都没看到，
方提埃小姐，谢谢你能来。艾拉走向门口说道。那么我先告辞了。塞西尔抓着被角问道，你不再多待一会儿吗？艾拉回过头说道，别哭了，我会再来的。如果你一直哭，身体会吃不消的。塞西尔眼中闪着光，真的吗？约好了。艾拉点头回应道，我保证。方提埃站在一旁，脸色阴沉地盯着艾拉。夕阳笼罩着宏伟宫殿，大门被猛地推开，众人冲进房间大喊，艾拉！艾拉被吓了一跳，惊恐地看着门口。埃尔菲恩焦急地问道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你一定吓坏了，你刚才去哪了？众人七嘴八舌地喊道，立刻回床上躺着。艾拉举起双手，不，没有，我没事。兰德尔抓着艾拉，焦急地说道，我今天担心的，叫了你至少3次，快去床上休息。众人簇拥着艾拉，将她扶到床边。艾拉顺势躺下，深蓝色长发散在枕上。蕾妮走近问道，我听说你做了鲁莽的事，在花园里救了塞西尔，那个狐狸精。蕾妮压低声音，甚至连皇帝陛下都出现了，不是吗？艾拉抱着衣服笑道，塞西尔小姐和我已经和好了，她也有自己可怜的处境。她说从现在起会做个好女孩，所以让我们关照她吧。蕾妮皱眉问道，那陛下呢？传闻说你们互相拥抱，是真的吗？艾拉满脸通红，死死遮住下半张脸。蕾妮笃定地说道，他们确实拥抱了，绝对没看错。艾拉眼神闪躲，心跳快得无法平复。埃尔菲恩低声呼唤道，艾拉。他受惊般抬起头。埃尔菲恩神情严肃，其实有一件事你应该知道。艾拉侧过头问道，有什么是我该知道的吗？那是什么意思？埃尔菲恩看向身旁说道，这个嘛。比安卡闭上双眼，艾拉在旁边问道，姐姐。比安卡看着他说道，再仔细想想父亲的政治策略吧。艾拉一脸疑惑地回应道，为什么突然提起那个？比安卡看着窗外问道，我们现在在哪里？艾拉轻声回应道，在皇宫。比安卡继续问道，我们被邀请参加最多的是哪种活动？艾拉思考着说道，大概是皇室活动。比安卡转过身问道，那我们和谁保持着最密切的联系？艾拉看着他回应道，是皇帝陛下和埃皮内陛下。兰德尔和蕾妮听着两人的对话。比安卡注视着艾拉说道，我问这些不是因为觉得你无知，而是想让你意识到你一直忽略了什么。艾拉有些迟疑地问道，所以你是说父亲是站在皇室那边的？他皱起眉头继续说道，但对任何贵族来说，与皇室保持联系不是理所当然的吗？这和父亲处理政治的方式又有什么关系？比安卡站起身说道，让我再问最后一件事，当某些人在争斗时，我是怎么做的？艾拉愣在原地。比安卡推开房门说道，我已经给了你足够多的暗示了。房门被关上。艾拉睁大眼睛说道，所以姐姐的意思是父亲在两边下注，只是为了静观其变，看看到底哪一方最后能给他带来更多的利益。比安卡在门后说道，蕾妮，兰德尔，离开吧，我有话要单独和艾拉说。艾拉恍然大悟地说道，我明白了，当冲突发生时，你会和平地解决它，并且拒绝纵容任何错误，这就是你所说的明智的态度，对吗？比安卡关上了房门。艾拉脱力地倒下，兰德尔伸手接住他说道，好险。艾拉喘着气回应道，刚才我从门缝里感觉到了一股不祥的气息，是我幻听了吗？蕾妮看着艾拉说道，你根本没在听，那你刚才在胡闹什么？艾拉有些心虚地回应道，我以为既然我不舒服，正在休息，就能逃过一劫了。兰德尔看着窗外问道，所以比安卡小姐是个什么样的人？听起来你们一直在绕圈子。艾拉看着夕阳说道，没什么好说的，当某些人在争斗时，我是怎么做的？年幼的埃尔菲恩大声喊道，我再也不跟你说话了。年幼的艾拉抱紧双臂，不甘示弱地回应道，那是我的台词，我才不跟你说话了。比安卡站在两人中间，回到卧室。比安卡关切地问道，艾拉，你还好吗？他拉着艾拉的手说道，埃尔菲恩是担心你抓着那个树枝会受伤，所以才惊讶地喊出来。艾拉抬起头问道，真的吗？比安卡微笑着说道，当然了，他只是不擅长温柔地说话，但艾拉你在这方面做得比他好多了，这非常令人钦佩。他摸着艾拉的头说道，所以在埃尔菲恩学会温柔说话之前，你就多体谅他一下吧。艾拉靠在姐姐怀里，如果是这样的话。比安卡转头看向埃尔菲恩，他刚才哭得很伤心呢。埃尔菲恩抱紧双臂说道，我告诉过他那样很危险，但他就是不听，那是他自己的错。那个小不点竟然真的哭了吗？比安卡看着他说道，艾拉肯定知道你只是在担心他，但你不能责怪他被吓到，毕竟他最喜欢的哥哥突然发了那么大的火。埃尔菲恩愣住问道，他说我是他最喜欢的？艾拉真的这么说过吗？比安卡有些惊讶地问道，哦，你不知道吗？比安卡小声说道，哎呀，这本该是个秘密，千万别告诉他，如果他发现了一定会害羞的。埃尔菲恩回应道，好吧，我什么都不会说。当我后来发现真相时，甚至感到被背叛了。他倒在沙发上说道，太厉害了，我应该向他学习。他总是表现得中立，并及时介入，以免事情失去控制。他表面上保持中立，但内心深处他会仔细判断什么是正确的。比安卡游走在皇室与贵族之间，他与埃尔菲恩交谈与贵妇人品茶。艾拉靠在父亲身边，我们3个人确实与皇室关系密切，但我们与基尔顿没有任何联系。父亲从未公开表现出他是站在皇室那一边的。艾拉捂住嘴，真是难以置信。他猛地坐起身说道，父亲他从未公开支持过皇室。兰德尔点头回应道，没错。艾拉睁大眼睛说道，哦，我现在明白了。即便如此，鲁贝罗斯陛下试图通过向我求婚来争取父亲的支持，这意味着兰德尔和蕾妮站起身看向他。
他根本没有意识到父亲已经站在皇室这边，他一定以为只要把我留在身边，就能最终掌握他渴望已久的权利。艾拉竖起手指说道：“就是这个。”兰德尔有些疑惑，实际上皇帝不可能不知道这些。他捂住嘴说道：“天色不早了，我们该回去了。你今天累坏了，快去休息吧，我们要走了。”艾拉看着两人离去。好的，明天见。夜幕降临，艾拉站在阳台，我必须告诉陛下，我必须让他知道，即使他不娶我，父亲也已经支持他了。但是我为什么在犹豫？我应该告诉他吧，可我还是不想说，我到底是怎么了？月亮升上夜空，没错，去散步吧，冷静下来才能想清楚，只要动起来，思路就会变清晰。艾拉走在庭院里。身后传来一个声音：“艾拉。”鲁贝罗斯站在灯光下，注视着他，说道：“艾拉。”艾拉猛地转过身，惊讶地问道：“陛下，您怎么会在这里？”鲁贝罗斯有些局促，随后认真地说道：“关于那个威胁你和希尔卡小姐的人，我决定亲自审讯他。我打算揭发他所有的罪行，并严厉地惩罚他。”艾拉看着他问道：“您特意跑这一趟，就是为了告诉我这个？”鲁贝罗斯停下脚步：“其实我是因为担心你，所以我才想见你。”艾拉有些慌乱地说道：“我很好，我只是躺了太久，背部有些酸痛，所以才想出来走走。”鲁贝罗斯按住胸口说道：“那我陪你一起吧，以免你再次陷入危险。”艾拉惊讶地问道：“您要和我一起吗？”他点头回应道：“是的。”两人并肩走在树林里。鲁贝罗斯看着远方说道：“微风吹得很舒服。”艾拉轻声回应道：“确实如此。”他捂住嘴唇：“我现在该告诉他吗？如果我假装不知道，我会被罪恶感压垮的。也许我待在身边会让他感到不自在，即便他真的这么想，我也不会怪他。”鲁贝罗斯停下脚步说道：“艾拉。”艾拉吓了一跳，回应道：“在。”鲁贝罗斯看着他说道：“关于刚才的事，你紧紧抓着我不放，其实不必放在心上。在经历过那种可怕的事情之后，任何人都会有这种反应。我很庆幸当时能保护你，也很高兴你在我的怀抱里能感到安全。甚至在那一刻，我产生了一种永远不想放开你的念头。每次我都会产生错误的念头，像个傻瓜一样。”艾拉停下脚步说道：“我们最好不要再继续这样下去了。”鲁贝罗斯转过身：“你这是什么意思？”艾拉注视着他说道：“陛下，我有件事必须告诉您。”鲁贝罗斯睁大眼睛，一道寒光闪过，利刃划破空气。鲁贝罗斯扑向艾拉，将她护在怀中，两人顺势倒在草地上，树干被瞬间斩断，木屑四散飞溅。三名刺客现身，手持短剑围拢过来。鲁贝罗斯单膝跪地，挡在艾拉身前：“艾拉，不要离开我身边！到底发生了什么？”艾拉躲在鲁贝罗斯身后，看着眼前的三名黑衣人。鲁贝罗斯张开双臂，退后。黑衣人挥剑冲上前，鲁贝罗斯侧身躲避，艾拉失去重心，摔在地上，发出一声尖叫。鲁贝罗斯稳住身形，死死盯着眼前的敌人，一只手猛然伸出，掌心涌动着漆黑的烟雾，黑色能量如旋风般炸裂，瞬间席卷了前方的蒙面人。蒙面人被黑雾吞噬，惊恐地喊道：“哇呀呀呀！”狂暴的能量撕碎了四周，树木在冲击中剧烈摇晃，黑雾散去，森林重新归于死寂，只剩下斑驳的阳光。鲁贝罗斯收起长剑：“你还好吗？”艾拉仰起头：“陛下，刚才那是……”鲁贝罗斯垂下眼帘说道：“抱歉吓到你了，我天生拥有一种特殊能力，这件事一直是个秘密，很少有人知道，但我眼睛的颜色就是证明。”艾拉突然注意到他的手臂：“你受伤了，你在流血，我会为你治疗，请不要乱动。”鲁贝罗斯看着手臂上的伤口：“这点小伤不算什么。”艾拉流着泪大声反驳道：“这一点都不轻，你流了这么多血。”他撕下裙摆的布料，小心地缠绕在他手臂上，说道：“这只是应急处理，请务必找医生接受正式治疗。”艾拉低头系紧布条，真不敢相信你一直隐藏着这种能力，独自承受了这么久，但也多亏了他，我们才得救了。谢谢你，很久没见到您的红眼睛了，感觉像是回到了4岁的时候。鲁贝罗斯注视着他说道：“艾拉，你能再给我一次机会吗？”艾拉身体微微一颤，在那之前，有一件事我必须告诉你，我的父亲是皇室的盟友。鲁贝罗斯停下动作，静静地听着他的坦白。艾拉看着远方说道：“那份忠诚从未改变，或许在陛下出生前就已经存在了。”鲁贝罗斯点头回应道：“是的，那是事实。虽然现在说有些晚，但还是要谢谢你，我一直很感激。”威尔登比斯顿公爵至今仍在支持皇室，不过为什么突然提这个我的告白呢？艾拉有些不知所措地问道：“啊，您早就知道了？”鲁贝罗斯挠了挠头：“当然，难道我看起来像是个分不清敌友且愚蠢的皇帝吗？”艾拉神色复杂地问道：“既然您早就知道，那为什么还要向我求婚？难道您真的喜欢我？这不可能，还是说这只是为了巩固您在皇室中的地位，或者是为了公爵家的权利？”鲁贝罗斯愣在原地。等等，你现在是在暗示什么？那是多么离谱的误会！你觉得我求婚只是为了得到公爵家的力量？艾拉缩了缩肩膀回应道：“难道不是吗？”鲁贝罗斯气得浑身发抖：“你把我当成什么厚颜无耻的人了？谁会为了那点权利，就像一个不爱的女人求婚？你是认真的吗？”艾拉侧过脸回应道：“是的，我不了解。”鲁贝罗斯愣在原地，眼中满是哀伤：“我爱了你这么久，你竟然一点都不了解我吗？”他甩开对方的手说道：“因为你从未告诉过我，一次都没有。”艾拉流着泪继续说道：“无论我如何向你问候，尝试与你交谈，或是寄信送礼，我从未收到过你的任何回复。我唯一能理解到的就是你讨厌我。”鲁贝罗斯看着艾拉说道：“不，我从未讨厌过你。”艾拉抬起头：“你这是什么意思？”
鲁贝罗斯看着他说道，只听了序幕的一小部分，是无法理解整个故事的。艾拉破涕为笑，静静的听着。鲁贝罗斯继续说道，帷幕才刚刚升起，在作品完成之前，观众无法对其做出评价，戏剧才刚刚开始，所以接下来的剧情如何展开，全都取决于我。鲁贝罗斯注视着艾拉说道，我不指望你能立刻理解，即便我向你解释了原委，但我希望你至少能听我把话说完。月光洒在静谧的森林，风声在树梢间回荡。我的父亲，也就是前任皇帝，在肃清了自己的亲兄弟后，才登上了那个皇位。在那场血腥的屠杀中，唯独留下了最小的弟弟提尔。或许是为了赎罪，父亲生前极其宠爱提尔，将所有的温情都给了他。提尔微笑着走来，眼中却闪烁着令人胆寒的恶意。当前任皇帝宣布我为继承人后，提尔开始将愤怒全部发泄在我身上。起初只是一些小事，折断我的钢笔，撕碎我的书本，但他最终变本加厉，摧毁了我所珍视的一切。直到那天，我在森林里遇见了艾拉，她像一道光，照进了我阴暗的世界。提尔双手抱胸，看来你对那个女孩是动了真格的啊！鲁贝罗斯瞳孔微颤，冷汗顺着脸颊滑落。从那天起，我开始隐藏所有我爱的人和物。我以为只要登上了皇位，成为了这个国家的最高统治者，就能解决所有的问题，就能保护我想保护的人。但我错了。但我现在才明白，那个决定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错误。我从未想过，那天竟是赢得你真心的最后一次机会。回想起来，那天我确实闻到了血腥味。艾拉垂下眼帘，任由思绪飘回过去。当时我正流着泪奔跑，还以为那只是铁锈的味道。他抬起头，那真的太愚蠢了。鲁贝罗斯愣了一下，艾拉流着泪质问答，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？你拒绝了我，伤害了我，还让我成为了所有人的笑柄。如果你能对我坦诚相待，我愿意永远安静的等待。陛下，为了您，我愿意做任何事。鲁贝罗斯轻声呼唤道，艾拉，对不起，我真的以为那是保护你最好的方式。艾拉捂着脸流泪说道，你根本不知道我独自一人承受了多少痛苦，又是如何挣扎过来的。鲁贝罗斯上前一步，我再也不会让你孤身一人了，我会告诉你真相，向你展示我的一切。所以在你开始和丹尼尔交往之前，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？艾拉猛地睁大眼睛，什么？鲁贝罗斯神色变得焦急，怎么了？别告诉我一切已经太晚了，还是说你真的那么喜欢他？艾拉愣在原地，艾拉有些生气地喊道，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？如果我真的喜欢丹尼尔，现在就不会和陛下单独在这里散步了。鲁贝罗斯愣在原地，那么这是否意味着你对我还有感情？艾拉避开他的视线，谁知道呢？如果你想和我交往，或许你应该付出更多努力。鲁贝罗斯听后，脸上绽放出灿烂的笑容。我会的，鲁贝罗斯轻声说道。来吧，到我背上来。艾拉看着他的背影，可是您受了伤，我怎么能让伤员背我呢？他语气坚定地说道。这里又黑又危险，所以绝对不要离开我身边。刚才我解决那个可疑人物时，你应该也看到了吧？我有足够的力量保护你。提尔站在空旷的大厅，那天躲在灌木丛里的人绝对是。提尔对随从说道，除非你想去比地牢更可怕的地狱，明白了吗？随从低头回应道，是的，明白了。树丛传出响动，随从警觉地问道，那是什么声音？我感觉到有人，但是提尔双手抱胸说道，不用担心，艾拉，威尔登比斯顿，那时候我们经常见面，但是我不能让那个孩子受到伤害，毕竟我们已经认识很久了。他露出阴冷的笑容，我会带着爱意好好对待他的。大门被猛地推开，殿下，出事了，刺客们全都被杀了，已经确认了鲁贝罗斯陛下和艾拉小姐的安全。提尔转过身，艾拉，我明明命令他们去袭击鲁贝罗斯。提尔站在窗前，双手抱胸，可恶！随从低头解释道，偏偏那个时候他们两个在一起散步。提尔沉默不语，只会说大话的蠢货，一次又一次失败，空有自信却没有任何本事。这些傲慢的家伙真让我恶心。随从弯腰致歉道，非常抱歉，出现了意料之外的情况。提尔转过身说道，我知道他们也不是故意的。随从流下冷汗，勉强露出笑容。提尔对着随从说道，绝对不是那样。你还记得那些试图接近我的无能蠢货们最后都变成什么样了吗？随从低头回应道，当然记得。提尔拍着随从的肩膀，我在开玩笑，别那么紧张，没必要生气，因为很快一切都会是我的。提尔转过头问道，不是吗？随从流着汗回应道，正如您所说。提尔收起笑容说道，只要确保艾拉不会受伤就行，对抗威尔登比斯顿公爵没有任何好处。侍从低头回应道，是的，明白了。鲁贝罗斯正在拆绷带，侍从慌张地喊道，陛下，如果您继续拆绷带，伤口会……鲁贝罗斯看着手臂说道，血不够多，不能让他流更多血吗？要多到让他一看到就立刻担心地跑过来。侍从惊恐地问道，您在说什么？鲁贝罗斯转过身，也许我应该直接折断手臂，如果真的折断了，看起来会很疼吧？侍从哀求道，请千万不要那样，我的脑袋会搬家的。艾拉坐在梳妆台前，大门被猛地推开，艾拉惊恐地转过头，怎么了？他看清来人后，陛下。鲁贝罗斯站在门口，他摇晃着走进房间。艾拉扶住摇晃的男人，陛下，您还好吗？鲁贝罗斯扶着额头，绷带松了，我想自己重新包扎，我不小心摔了一跤，头好晕。艾拉焦急地说道，请快进来。怎么会这样？绷带怎么会松开呢？他拿出医药箱，开始重新包扎伤口。鲁贝罗斯注视着艾拉，可爱，他轻声说道，谢谢你，如果你不在这里，我可能已经倒下了。艾拉一边包扎一边说道，我很担心，请不要说那种话。鲁贝罗斯微笑着回应道，放心吧，
我的骨头长得很快，就算断了也一样。艾拉停下动作，问道：“您的骨头现在断了吗？”鲁贝罗斯回应道：“是的。”艾拉惊叫道：“太可怕了！为什么现在才告诉我？”鲁贝罗斯注视着他，他真的这么担心一次骨折吗？艾拉果然很爱我。他捂住胸口说道：“最近真的很辛苦，心跳得很快，四肢也麻木了，身体还在不停发抖。”艾拉握住他的手，心跳声，四肢麻木，必须马上叫医生。艾拉猛地站起身说道：“我这就去叫医生。”鲁贝罗斯愣了一下，不，等等，你误会了。艾拉脚下一滑，身体失去平衡，两人重重地摔在地上。他紧闭双眼，向后倒去。鲁贝罗斯立刻俯身，将伊拉压在身下。鲁贝罗斯压在艾拉身上。啊！艾拉躺在地上，盯着近在咫尺的男人。您受伤了，对吧？可是您的骨头看起来完全没问题。鲁贝罗斯避开视线，我不是说过我恢复得很快吗？看来今天好的比平时还要快，这都要多亏了你，谢谢你。艾拉站起来质问道：“摔倒和疼痛全都是谎言吧？您是为了接近我才故意装出那副可怜的样子吗？”鲁贝罗斯支支吾吾地说道：“那个其实是……”艾拉生气地回应道：“我是真的很担心，您真是太过分了。”鲁贝罗斯低下头说道：“对不起，我确实演了一点戏，但痛苦是真的，因为太想见到你，我的胸口一直疼得厉害。”艾拉满脸通红地喊道：“您在说什么啊？我简直无话可说。现在说这些已经没用了。”鲁贝罗斯抬起头说道：“那我告诉你更可怜的是吧？即便我全心全意向你表白，你却依然觉得我是在撒谎。”艾拉冷冷地回应道：“难道您不觉得那个被无视了8年，一直等待的女孩才是更可怜的人吗？”鲁贝罗斯沉默片刻：“那件事是我错了，对不起。无论如何，我不该伤害你的。我真是个胆小鬼，像个傻瓜一样逃避你，拒绝你。我一直在后悔，后悔让你独自度过那些时光。你不必接受我，你可以折磨我，或者对我刻薄，我都不介意。如果你愿意，可以一直无视我，直到你消气为止，就像我曾经对你做的那样。”艾拉静静地看着他。鲁贝罗斯继续说道：“从现在起，我每天都会向你表白。艾拉，我爱你。对不起，让你等了这么久。”艾拉睁大眼睛，泪水在眼眶里打转。鲁贝罗斯轻抚艾拉的头发，艾拉低着头，真不甘心。原本打算，如果他再次表白，一定要好好报复他，现在全毁了。他擦干眼泪，这是最后一次。如果你再敢耍这种花招，我就去国外留学，去一个到处都是大帅哥的国家。我会找一个比你帅100倍的人，在那边生活。鲁贝罗斯露出笑容，绝对不会有那种事情发生。鲁贝罗斯猛地起身，一把抱住艾拉，喊道：“艾拉！”艾拉惊叫道：“陛下！”鲁贝罗斯紧紧搂住她：“艾拉，我真的好爱你。”他将头埋在艾拉的颈窝，脸上洋溢着幸福。鲁贝罗斯松开一些。对了，艾拉疑惑地问道：“怎么了？”鲁贝罗斯看向桌上的医药箱，艾拉警告道：“如果你再敢装伤，我就亲手打断你的骨头。”漫长的单恋终于结束，真正的恋爱开始了。原本我是这么想的。雨水倾盆而下，艾拉站在雨中，浑身湿透。事情的走向开始朝着诡异的方向疯狂疾驰。皇宫内传来急促的呼喊：“陛下，鲁贝罗斯皇帝陛下！”埃尔菲恩苦恼地挠着头，比安卡在身旁偷笑道：“你又跟丢陛下了吗？”埃尔菲恩无奈地问道：“他到底去哪了？”比安卡穿过走廊，大声呼喊：“艾拉！”他焦急地自言自语：“又消失了吗？他已经不是小孩子了。”塞西尔担忧地问道：“艾拉小姐会迷路吗？”兰德尔肯定地回应道：“那种事绝不可能发生。他比谁都了解皇宫，就算真的迷路了，他也会当成是一场冒险，完全不需要担心。”塞西尔点头说道：“那倒也是。”兰德尔继续在走廊奔跑：“艾拉，你到底去哪了？如果公爵夫人找过来，我们该怎么办？”远处传来急促的呼喊：“陛下，艾拉！”埃尔菲恩停下脚步，难道他们两个在一起？不可能！比安卡转过头笑道：“谁知道呢？”埃尔菲恩咬紧牙关：“那绝对不可能！”宫殿深处的走廊里，艾拉紧张地说道：“陛下，那个区域是……”鲁贝罗斯停下脚步：“是不被允许进入吗？”艾拉指着棋盘说道：“当然，如果你把棋子放在那里，就没法将军了。”鲁贝罗斯看着棋盘：“我明白了，那确实很麻烦。既然如此，我就吃掉你的皇后吧。”他伸手移动棋子，艾拉垂下肩膀说道：“不，看来又要输了，陛下。您看起来对国际象棋非常精通。”鲁贝罗斯回应道：“今天其实是我第一次下象棋。”艾拉惊讶地问道：“什么？第一次下就这么厉害？”鲁贝罗斯微笑着说道：“我只是太想快点结束，结果每局都赢了。”艾拉疑惑地问道：“为什么你想这么快结束呢？”鲁贝罗斯注视着艾拉：“那是因为我想把注意力都放在你身上。”他伸手触碰艾拉的长发，太让人害羞了。鲁贝罗斯看着他，真可爱。埃尔菲恩停下脚步：“我以前从没见过这个地方。”比安卡走在后面回应道：“这是一个不常被使用的地方，在主宫殿里，这是陛下唯一能躲藏的地方，其他地方很快就会被发现。哎呀，就像被困在袋子里的老鼠。”埃尔菲恩双手抱胸：“陛下是帝国最伟大的人，竟然说他是老鼠。”比安卡垂下眼帘：“但在我们小时候，他答应过会成为我的骑士，并且保护我。”鲁贝罗斯走上前：“好吧，我确实说过那样的话。”兰德尔惊喜地问道：“哇，陛下许过那样的誓言吗？”年幼的鲁贝罗斯与埃尔菲恩在月光下交叉长剑，他们划破手指，将血液融合在一起。年幼的埃尔菲恩自豪地说道：“从现在起，我们就是血盟兄弟了。比安卡，你以后必须叫我骑士大人。”比安卡疑惑地问道：“鲁贝罗斯大人也是吗？”公爵夫人惊呼道：“埃尔菲恩，你该不会弄伤了皇储的手臂吧？”他看着孩子们解释道：“这只是玩具剑，
和绷带。他们说想玩骑士游戏，我就送给了埃尔菲恩。况且小孩子成长过程中总会受点伤的。埃尔菲恩严肃地说道：“你不能再那样称呼陛下，鲁贝罗斯已经成了你的骑士。比安卡，我正指望你照顾他呢。”比安卡有些心虚，到底是谁先开始的呢？兰德尔看着他们感叹道：“陛下和他的家人真的很善良。”埃尔菲恩转过身说道：“但是你和陛下说话时应该更小心，如果被别人听到，会惹来麻烦的。”兰德尔指着前方说道：“这似乎是最后一间房了。”兰德尔敲了敲门说道：“那么我们要进来了。”他猛地推开大门喊道：“打扰了！”房间内的鲁贝罗斯和艾拉同时回过头，露出惊愕的神情。埃尔菲恩皱眉问道：“你们到底在这里干什么？”兰德尔看着棋盘笑道：“哎呀，你们是在下棋吗？”艾拉慌乱地站起身：“姐姐，大家怎么都在这里？这是……我的意思是，发生的事情是……”埃尔菲恩神情复杂地注视着眼前的两人。鲁贝罗斯皇帝伸手稳稳地握住易拉的手腕：“艾拉，冷静点，我会解释的，就在现在。”埃尔菲恩愤怒地指着前方：“放开他！竟敢对我妹妹动手！你这个无礼的家伙！”鲁贝罗斯皇帝护住艾拉：“我很抱歉，没有事先通知各位。不过我本就打算尽快告诉大家。”艾拉抬头看着他：“陛下。”鲁贝罗斯皇帝紧紧握住艾拉的手腕。比安卡露出尴尬的神情，他看向众人，郑重地宣布道：“艾拉小姐和我正在认真的交往。”埃尔菲恩冷笑一声：“正在交往？你是这么说的吗？你伤害了艾拉，还让她孤身一人。现在你竟然说你是认真的，我绝不允许！威尔登比斯顿家族没有一个人会接受你和艾拉的关系。从现在起，请离他远一点。”鲁贝罗斯皇帝转过身：“埃尔菲恩。”艾拉轻声唤道：“哥哥。”埃尔菲恩冷冷地打断道：“如果你想辩解说这一切都是为了保护艾拉，我一个字都不想听。我希望艾拉比任何人都要幸福。”埃尔菲恩注视着鲁贝罗斯，即便那是事实，也无法抹去他受过的伤。他才刚刚找回笑容，请不要再伤害他的心。比安卡与同伴们在不远处默默注视。艾拉看着哥哥的背影，我绝不会再让自己陷入悲伤之中。无论发生什么，我都要守护这份笑容。阳光洒在皇宫庭院，艾拉独自坐在长椅上，陷入了沉思。艾拉垂下眼帘，发出一声沉重的叹气。比安卡在远处看着他，对身边的埃尔菲恩说道：“你说过会让艾拉幸福，还会守护她的笑容，不是吗？你觉得她现在的样子看起来幸福吗？她看起来那么消沉。”埃尔菲恩避开视线：“时间会解决一切，我们只需要等待。”比安卡追问道：“真的会吗？艾拉已经等了12年，难道这还不够吗？”回忆中，艾拉曾无数次注视着鲁贝罗斯皇帝的背影。埃尔菲恩咬紧牙关：“我知道，留在鲁贝罗斯身边才是艾拉真正想要的。但一想到他让他受了这么多苦……”比安卡轻抚他的肩膀：“我也有同感，有些夜晚我也会在愤怒中醒来。但你应该知道，对比我们而言，还有比仇恨更重要的事。”埃尔菲恩低头问道：“更重要的事？”鲁贝罗斯穿过树荫，缓缓走向长椅上的艾拉。艾拉抬起头，脸上绽放出灿烂的笑容。比起执着于对鲁贝罗斯的恨意，守护艾拉的幸福才是最重要的。看着他，他又露出了那样的笑容。鲁贝罗斯温柔地注视着艾拉，他递出一朵白花，说道：“看到这个就想起了你，所以我把它带了过来，希望你会喜欢。”艾拉接过花朵：“是的，我现在非常幸福。”原本明媚的阳光瞬间被阴影遮蔽，一个冰冷的身影正从黑暗中缓缓走来。艾拉沉浸在喜悦中，笑容却突然僵住，她惊恐地睁大眼睛看向前方。艾拉惊讶地抬起头：“哥哥！”埃尔菲恩面色凝重，艾拉还有鲁贝罗斯三人站在树荫下，气氛一度陷入沉寂。鲁贝罗斯露出意外的神情，埃尔菲恩、比安卡站在不远处，静静地看着这一幕，嘴角带着一丝欣慰。艾拉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，哥哥！他猛地扑进埃尔菲恩的怀里，紧紧抱住他的腰。兰德尔欣慰地说道：“我很高兴，看来事情顺利解决了。”雷妮点头回应道：“是的，你不是要把那个给艾拉吗？”兰德尔吃着点心说道：“我想我不再需要他了，既然他们已经和好了。”原来是这样吗？这到底是什么意思？兰德尔震惊地看着这一幕，威尔登比斯顿公爵夫妇，还有太上皇与皇太后，难道大家全都在这里吗？威尔登比斯顿公爵严肃地说道：“得体的淑女不该边走边吃，这是失礼的行为。”公爵夫人轻笑一声说道：“真是令人怀念。你以前总是手里拿着甜点，在走廊里跑来跑去，虽然很可爱，但以后要更加小心。公众的目光是很严厉的。”兰德尔低头回应道：“是的，非常抱歉。”威尔登比斯顿公爵突然变了脸色，那是他满脸不可置信：“我不敢相信。”鲁贝罗斯坐在长椅上，天哪！兰德尔与蕾妮缩在一起，我们被发现了。看到他们相处的这么好，真是令人欣慰。鲁贝罗斯终于表白了吗？威尔登比斯顿公爵点头回应道：“他们现在表现得自然多了。如果突然宣布要结婚，那可就麻烦了。很高兴他们找到了属于自己的道路。”兰德尔端着托盘，他们只说自己想听的话，难道是我产生错觉了吗？蕾妮低声回应道：“不，你没有产生错觉。他们似乎还没意识到，这反而是件好事。恐怕真相大白只是时间问题。”第二天，皇宫内乱成一团，侍从在走廊奔跑呼喊：“鲁贝罗斯陛下，您要去哪里？如果您总是离开座位，我们会很困扰的。”鲁贝罗斯想要推开侍从：“放开我，我有急事要处理。”侍从死死抱住他的腿：“今天可是盟国使团抵达的日子。”鲁贝罗斯皱眉回应道：“那是晚上的行程，在那之前我会回来的。”侍从哭喊着说道：“即便如此，您也不能走。”名媛们一直在追问陛下到底去哪了。鲁贝罗斯面露厌恶：“正因为这样，我才不想去。政务我会毫无差池的全部处理好。”
但我不想把脸露在那种纯粹社交的场合。侍从跪在地上，为了我，请您无论如何想办法留下来吧。鲁贝罗斯沉默不语，突然伸手拍开了侍从的手，侍从愣在原地，发出一声惊呼。鲁贝罗斯趁机转身，飞快地跑向走廊尽头。原谅我吧。侍从伸出手对着远去的背影。陛下，艾拉吃着甜点说道，今天的甜点真好吃。鲁贝罗斯侧过头问道，要把我的这份也吃了吗？他连忙摆手回应道，那可不行。鲁贝罗斯追问道，为什么？他有些苦恼地说道，会变胖的。鲁贝罗斯看着他说道，那确实很麻烦。你现在已经够可爱了，要是变得更可爱，我该怎么办才好？艾拉愣在原地，鲁贝罗斯轻笑一声说道，开玩笑的。他红着脸低声说道，请不要再捉弄我了。鲁贝罗斯微笑着回应道，抱歉，因为你实在太可爱了。走廊传来急促的脚步声，鲁贝罗斯收起笑容，来了吗？威尔登比斯顿公爵愤怒地质问，你们到底在这种地方做什么？公爵夫人微笑着说道，我们又见面了。鲁贝罗斯与艾拉并排坐着，不知道能不能就这样糊弄过去，我们肯定被抓住了。公爵咬牙切齿地说道，艾拉竟敢占用陛下如此宝贵的时间，国事繁忙，你绝不能这样纠缠陛下。夫人拉住公爵劝道，好了，这也没什么坏处，让他们像以前那样待在一起挺好的。公爵诚恳地道歉，我女儿太不成熟，耽误了陛下宝贵的时间。鲁贝罗斯回应道，不，请抬起头来，您也是我的导师，请直接叫我鲁贝罗斯。公爵愣在原地，导师？从什么时候开始的？鲁贝罗斯微笑着说道，真是令人伤心的说法，一日为师，终身为父，我一直视您为第二位父亲。威尔登比斯顿公爵满脸震惊，别开玩笑了，您已经有3位皇子了，再加一个会很吃力。陛下日理万机，你应该更加小心。艾拉低头回应道，非常抱歉。太上皇走上前说道，好了，看到你们关系这么亲密，真是让人暖心。太上皇搂住艾拉说道，别担心，皇帝并没有大家想的那么忙碌，这是我的经验之谈。没错，多亏了你，忙得不可开交的人是我，凡事都有副作用。埃皮娜低声说道，艾拉，趁现在快溜走吧，逃跑路线已确认。鲁贝罗斯与埃皮娜交换了一个眼神。太上皇吼道，不是你让我先回去，把事情交给你处理吗？即便我解释过，福利不能无条件发放，你还是完全听不进去。趁着公爵滔滔不绝，鲁贝罗斯拉起艾拉，猫着腰从后方溜走。他们终于停下脚步，艾拉喘着气问道，我们安全逃出来了吗？鲁贝罗斯看着身后，看起来是这样。他看着艾拉狼狈的样子，忍不住笑出声，艾拉也跟着笑了起来。艾拉站在走廊里说道，我还是第一次见到父亲和陛下那样争吵。鲁贝罗斯双手叉腰，我也是，他们刚才的样子简直就像小孩子一样。艾拉指着他说道，就像我哥哥和陛下一样。鲁贝罗斯也指着他说道，就像我和埃尔芬一样。两人对视一眼，再次忍不住大笑起来，笑声在寂静的皇宫里久久回荡。夜色渐深，华丽的宫殿在月光下显得格外宁静。宴会厅内灯火辉煌，宾客们正在低声交谈，两双脚悄悄穿过人群，试图不引起任何注意。公爵夫人突然喊道，艾拉！艾拉吓了一跳，母亲！埃皮娜喊道，鲁贝罗斯！鲁贝罗斯停下脚步，母亲！埃皮娜闭上眼说道，如果您总是离开座位，我们会很困扰的。您是不是又想溜走？太上皇在一旁严肃地说道，说实话，皇帝在宴会上空出座位，在众人的注视下逃跑，这是非常失礼的行为。威尔登比斯顿公爵盯着两人说道，仔细想想，你们最近经常待在一起，难道你们又打算一起偷偷溜走吗？鲁贝罗斯与艾拉吓了一跳，不是的。公爵冷哼一声说道，不是吗？我们该怎么办？难道真的被抓住了吗？鲁贝罗斯垂下眼帘，其实看来这只是个误会。埃皮娜轻笑一声说道，真是个有趣的误会，就像我们年轻时约会的样子一样，他们似乎也想逃跑呢。这些孩子肯定不会做出那么调皮的事情吧？鲁贝罗斯尴尬地站在原地。威尔登比斯顿公爵严肃地说道，无论如何，你们现在都是成年人了，必须多加注意。鲁贝罗斯与艾拉对视一眼，这次又成功瞒过去了，照这个速度，感觉可以一直瞒下去。真是奇怪，他们竟然完全没察觉。鲁贝罗斯看向长辈们，我们只是去整理仪容，正准备回来。既然我在这里，大家就不必担心了。我只是担心朋友迷路，才特意出去寻找，请各位放心。太上皇赞叹道，真是可靠，不是吗？他们都成长得如此出色。威尔登比斯顿公爵点头回应道，多亏了他们，我们也能悠闲地享受宴会。我们要不要也去散步换换心情？兰德尔躲在柱子后，好险！雷尼回应道，差一点就穿帮了，短时间内还是别靠近他们比较好。兰德尔低声说道，光是想象被卷入其中，就让我感到头痛。侍卫看着他们问道，你们在这里做什么？不打算进宴会厅吗？兰德尔低声命令道，别说话，安静地跟我走。侍卫被2名少女强行拖向花园深处，到底怎么了？3人穿过茂密的灌木丛，来到一处僻静的角落。雷尼环顾四周说道，这里很安全，周围没有人。侍卫气喘吁吁地问道，突然这是怎么了？雷尼神色凝重，安静点，我有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。其实伊拉小姐和鲁贝罗斯陛下已经成为恋人了。侍卫震惊地喊道，艾拉小姐和陛下吗？兰德尔连忙示意静声，这里虽然没人，但还是请小声一点。阴影中传来沉重的气息。威尔登比斯顿公爵站在树丛后，脸色阴沉地说道，艾拉，恋人？我竟然完全不知道。侍卫警觉地问道，刚才是不是有声音？兰德尔紧张地回应道，不可能有人来这里的，我们是自己过来的不是吗？既然我们能过来，说明别人也能过来。
侍卫转过身，看着从树影中走出的公爵，没什么。威尔登比斯顿公爵盯着他们问道：“你刚才说的话是什么意思？”雷妮颤抖着回应道：“那是我自己发现的。”埃皮娜走上前说道：“没必要责怪所有人。如果刚才听到的是真的，那确实是一件大事。既然如此，我们应该直接去问陛下和艾拉本人。”威尔登比斯顿公爵面色阴沉，等宴会结束后，去见见陛下吧。公爵夫人看着丈夫，今晚看来会很漫长。鲁贝罗斯与艾拉走在安静的走廊里，艾拉叹了口气说道：“真是心惊胆战的一天。”鲁贝罗斯微笑着回应道：“但是很有趣。今天我也保护了你，是不是该给我点报酬？”艾拉疑惑地问道：“什么样的报酬？”鲁贝罗斯突然上前，紧紧握住他的双手。艾拉红着脸说道：“太近了。”鲁贝罗斯注视着他，即便如此，对我来说还是感觉太远了。寂静的房间内突然传来细微的响动，鲁贝罗斯猛地转过头，眼神变得锐利。“谁在那里？”一个低沉的声音从阴影处传来。窗帘随风摆动，月光洒进室内。威尔登比斯顿公爵从阴影中缓缓走了出来，一言不发。鲁贝罗斯挡在艾拉身前说道：“公爵，这是一个误会。”公爵冷冷地问道：“误会？”艾拉急忙解释道：“我会亲自说明的，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。”公爵愤怒地质问：“你把我当成傻瓜了吗？”没必要再找借口了，我已经知道了一切。男人出入女子宿舍本就是极其不妥的行为，如果那个男人是皇帝，那就绝对无法容忍。你们根本不清楚自己的身份，也不明白最基本的责任与分寸，不要把身体的成熟误认为成年。没必要再多说了，你现在就跟我走。公爵抓住艾拉的手腕，艾拉惊呼道：“父亲！”鲁贝罗斯伸手阻拦道：“请等一下。”公爵回过头，眼神冰冷。鲁贝罗斯僵在原地，慢慢垂下手。鲁贝罗斯在身后喊道：“陛下，艾拉！”公爵强行拉着艾拉离开。艾拉不安地问道：“我们要去哪里？”公爵头也不回地回应道：“回家，我们要立刻回去。从今天起，禁止你踏出家门一步。”艾拉愤怒地喊道：“这太过分了！我不再是12岁的孩子了，我已经成年了。”公爵冷哼一声说道：“偷偷摸摸不让人看见，可不是成年人的做法。没有我的允许，别想离开这里半步。”大门重重关上，艾拉站在空荡的大厅。“你是认真的吗？”埃尔菲恩对身边的同伴说道。气氛感觉很不寻常吧？艾拉会没事的吗？比安卡回应道：“谁知道呢？这是公爵第一次进他的族，被软禁也算是一种浪漫吧。”埃尔菲恩回应道：“也许吧。”公爵夫人无奈地说道：“现在可不是开玩笑的时候。”罗登侯爵推开房门说道：“陛下。”鲁贝罗斯正被白布蒙着头，罗登侯爵疑惑地问道：“您到底在做什么？”鲁贝罗斯扯下白布，看着镜子里的礼服说道：“这件也不适合我，就没有更优雅精致的设计吗？”罗登侯爵叹了口气说道：“盛大的宴会正在进行，您为什么还在纠结这种事？”鲁贝罗斯整理着衣领说道：“我必须给某人留下好印象，他的性格非常保守。”罗登侯爵回应道：“哦，所以您是说他很固执？”鲁贝罗斯转身喊道：“太失礼了，那个人是我的导师和英雄。不过你说的也不完全错，现在不是纠结这个的时候。今天我必须比平时更精致，快来帮我！”鲁贝罗斯脱下外套扔在一旁，换上了一套深蓝色的军装礼服。他站在镜子前，仔细扣好每一颗纽扣，神情变得严肃而庄重。鲁贝罗斯快步走下台阶，喊道：“立刻准备马车，要最快的马！”罗登侯爵紧跟在后问道：“陛下，您为什么要穿得这么正式？出什么事了吗？”远处的兰德尔低声说道：“也许和艾拉突然消失有关。”雷尼回应道：“我想也是，因为我们才害他们被发现，应该去道歉才对。”丹尼尔神色慌张地说道：“你在说什么？我们什么都不知道。”鲁贝罗斯径直走向庭院，侍从追在后面喊道：“陛下，您穿成这样是要去参加葬礼吗？”鲁贝罗斯头也不回地回应道：“这是两个家族之间的正式会面，但也很有可能演变成一场葬礼。”侍从愣在原地问道：“什么？谁的葬礼？”鲁贝罗斯面无表情地说道：“我的。”侍从僵在原地，他刚才说了什么？马夫恭敬地指引道：“陛下，请往这边走。”鲁贝罗斯踏上马车，祈祷我能平安回来吧。侍从焦急地喊道：“请不要说这种不吉利的话。”鲁贝罗斯坐进车厢说道：“出发吧。”马夫回应道：“遵命。”马车在道路上疾驰，扬起阵阵尘土。鲁贝罗斯靠在窗边，看着玻璃上自己的倒影，目光深沉而坚定。鲁贝罗斯靠在车窗边，看着玻璃上的倒影，思绪回到了多年前。阳光洒在训练场上，公爵站在木桩旁，神情严肃地挥动手臂。年幼的鲁贝罗斯站在对面，努力模仿着动作，金色的发丝随风晃动。公爵指尖轻点，一道金色的光芒划破空气，木桩瞬间被击碎。鲁贝罗斯睁大眼睛，看着眼前惊人的力量。那是他第一次意识到，想要守护重要的东西，就必须变得足够强大。年幼的鲁贝罗斯站在训练场中央，巨大的木质机关横扫而来，他惊慌地向后退去，身体失去平衡向后倒下，眼看机关就要撞上身体。鲁贝罗斯咬紧牙关，下意识地伸出右手，掌心迸发出耀眼的金色光芒，形成一道半透明的屏障。机关重重地撞在屏障上，发出一声巨响。鲁贝罗斯稳住身形，目光变得坚定，全力释放体内的力量。金色的冲击波瞬间炸裂，将沉重的木质器械彻底粉碎，木屑在空中飞散。他站在原地，喘着粗气，看着自己颤抖的双手。公爵站在训练场上，看着碎裂的木块掉落，他只用一根手指就挡住了我的攻击。公爵收起指尖的光芒，我告诉过你，防御先于进攻，看来你还是没有放下你的野心。鲁贝罗斯不解地问道：“我不明白防御为什么重要，先打倒敌人不是更好吗？”
公爵平静地回应道：“统治者永远无法预料攻击会从何时何地到来，这就是皇帝的立场。”鲁贝罗斯挥动拳头喊道：“如果我看到可疑的人，就先把他揍扁。”公爵严厉地说道：“如果你连敌人是谁都不知道，又要如何先发制人？”鲁贝罗斯大声反驳道：“我知道，连这种事都不懂的人，简直就是个白痴。”公爵俯视着他问道：“所以你是想说，你那被家人背叛的父亲也是个白痴吗？”鲁贝罗斯梗着脖子喊道：“我想是的。”公爵伸手敲了一下他的头：“注意你的言辞。”鲁贝罗斯捂着头，沉默不语。公爵凑到他耳边低语道：“约翰确实是个白痴，但这是我们之间的秘密，千万别让其他人听见。”鲁贝罗斯惊讶地问道：“所以我的父亲真的是个白痴吗？”公爵微笑着回应道：“是的，而且他还很天真，总是选择相信他人的善良。正因如此，他经常受到伤害，但他身边也因此聚集了许多善良的人。他是第一个让我意识到，天真并不是一件坏事的人。”鲁贝罗斯听着公爵的话，脸上露出了灿烂的笑容。鲁贝罗斯抬头问道：“那么，父亲？”公爵看着眼前的孩子，考虑到鲁贝罗斯的遭遇，去信任某个人是一件极其危险的事。约翰曾说，皇室是一个沾满鲜血的地方。作为嫡子，他一直是其他兄弟的眼中钉。约翰曾以为，只要自己足够努力，这份心意总能传达给他们。但那些人嘲弄了约翰的期待，并且不断的背叛他，他只能独自坐在空旷的房间，翻开厚重的书本，试图在文字中寻找慰藉，直到那个人的出现。提尔拿着亲手做的木马走到约翰面前，约翰惊讶地喊道：“哇！”他们曾一起在长廊奔跑，分享着纯粹的快乐。对约翰来说，提尔是这座荒凉宫殿里唯一能让他卸下防备的存在。正因如此，接下来的背叛才显得更加残酷。所有人都参与了那场阴谋，他们计划杀掉皇后和约翰。阴影中，毒药被倒进酒杯，死亡的网已经张开。而这场阴谋的核心正是提尔的母亲。当约翰看着母亲呕血倒下，他第一次意识到，纯真与诚实在保护所爱之人时毫无用处。他踩着无数人的尸体登上了皇位，这就是他成为皇帝的过程。不久之后，约翰亲手肃清了所有人，唯独留下了提尔。约翰戴上了皇冠，但他再也无法回到过去与提尔的那种关系。即便在他成为皇帝后，我依然时刻警惕着提尔。但是当你出生的时候，提尔看起来非常幸福，仿佛你是他亲生的孩子。那一幕的宁静与美好，至今仍深深印在我的脑海。那是约翰第一次觉得，或许信任某个人并不总是错误的决定。鲁贝罗斯抬头问道：“提尔叔叔是个好人，对吧？他究竟是个好人，还是只是擅长隐藏那真实的目的？”提尔伸手抚摸鲁贝罗斯的头，轻声说道：“所以我才要教导你，你可以去信任，但不要期待任何回报。”鲁贝罗斯低下头回应道：“听起来好难。”提尔看着远方回应道：“这就是王座的本质。”公爵靠在沙发上问道：“然后呢？”鲁贝罗斯坐在对面问道：“你特意过来，就是为了讲这些陈年旧事吗？”公爵端起茶杯，就算你跪下来求我祝福，那也是远远不够的。他喝了一口茶，继续说道：“所以你为什么要背诵这些帝国历史？”鲁贝罗斯神色严峻地回应道：“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教训，而且还有一些事情是你这位公爵至今都还不知道的。”公爵皱起眉头问道：“你说什么？”鲁贝罗斯平静地回应道：“是关于提尔叔叔的事。”年幼的鲁贝罗斯兴奋地举起手中的东西喊道：“叔叔，快看这个！”提尔坐在沙发上，看着跑过来的孩子，他伸手抚摸鲁贝罗斯的头：“你真的很依赖我，不是吗？”鲁贝罗斯露出灿烂的笑容：“因为你是父亲的朋友，叔叔，而且你真的是个好人。”“好人吗？真是个可爱的想法。”提尔看着年幼的鲁贝罗斯，陪着他在花园里散步，在图书馆里耐心地教导他阅读卷轴，甚至在烈日下握着他的手练习剑术。看着鲁贝罗斯在魔法光芒中露出兴奋的表情，提尔露出欣慰的笑容：“太出色了，我相信你一定会成为像你父亲一样优秀的皇帝。”鲁贝罗斯抱着厚厚的纸张：“真的吗？”深夜，他在卧室里沉沉睡去，床边放着一个木箱，房门被悄悄推开，一个黑影潜入房间。黑影打开木箱，在里面疯狂翻找，随后带着东西消失在黑暗中。第二天清晨，鲁贝罗斯抱着空空的木箱，这太奇怪了，直到昨天为止还一切正常。鲁贝罗斯抱着空空的木箱，在房间里四处张望。提尔推门走进房间，怎么了？鲁贝罗斯立刻合上箱子，不，没什么。提尔走到他身边，伸手按住他的肩膀，说道：“这样啊，今天的训练也要加油。”鲁贝罗斯用力点头回应道：“好的，叔叔，谢谢你。”提尔转身离去，手心紧紧攥着从箱子里拿走的东西。我所珍视的一切都在接连不断的破碎。起初我以为只是自己的疏忽。鲁贝罗斯跪在冰冷的地板上，看着满地狼藉，但事实并非如此，是有人在故意针对我。他走在昏暗的长廊，停下脚步，不远处的拐角，提尔正背对着他，手中把玩着一个木马玩具。那是我的？难道真的是他？鲁贝罗斯躲在门后，屏住呼吸，看着前方。提尔将手中的木马递给身旁的随从，把它扔了。随从接过玩具，恭敬地低头退下。鲁贝罗斯靠在墙边，身体止不住的颤抖。难道这一切的幕后黑手竟然是提尔叔叔吗？直到现在，鲁贝罗斯坐在床边，看着空荡荡的手心。他曾紧握着那只木马，那是叔叔送给他的礼物。即便父亲和师傅直到最后都相信着叔叔。回忆里，那个男人抱着婴儿，露出虚伪的笑容。他在阳光下曾那样和蔼地看着自己。鲁贝罗斯浑身颤抖，愤怒地攥紧拳头。我绝对不会原谅他。
鲁贝罗斯走在昏暗长廊前方，房门虚掩，透出微弱的光亮。他停下动作，透过门缝看向屋内。约翰正与人交谈，脸上挂着虚伪的笑容。鲁贝罗斯站在阴影中，死死盯着那张脸。不，现在还不是时候。鲁贝罗斯站在练武场，对着木人桩挥动木剑。师傅曾说过，防御永远是第一位的。他看着那些虚伪的大人，在回忆中谈笑风生。但这不仅仅适用于耕作，这事我必须亲手终结这一切。鲁贝罗斯停下动作，大口喘着粗气。鲁贝罗斯再次握紧剑柄，指关节因为用力而泛白，地面上刻着金色文章，散发着微弱光芒。鲁贝罗斯站在练武场，眼神中透着冷淡。不远处的花丛传来一阵沙沙声，艾拉探出半个身子，他挥动着手臂。鲁贝罗斯殿下。艾拉正穿过花丛，快步向他跑来。鲁贝罗斯停下动作，侧过头看向身后。鲁贝罗斯张开双臂，艾拉！艾拉快步跑上前，扑进他的怀里，喊道：“殿下！”鲁贝罗斯搂住艾拉，这个时间你怎么来皇宫了？又是跟着师傅来的吗？艾拉抬起头，不是，我求父亲带我来的，因为我想见您。鲁贝罗斯微微低头，真的吗？艾拉用力点头，是的，您说过我随时可以来。鲁贝罗斯笑出声来，伸手摸着他的头，说道：“没错，做得好。”阳光洒在花园里，两人并肩站在一起。鲁贝罗斯牵着艾拉在森林中漫步，说道：“我想再来这里。看来你很喜欢大帝国森林。”艾拉握紧双手，因为这里是我第一次见到殿下的地方，能在这里见到我亲爱的王子。大帝国森林是我最喜欢的地方。鲁贝罗斯看着他，多亏了你，我想我会更喜欢这个地方。他停下脚步，问道：“你和我的感觉一样吗？”艾拉笑着回应道：“当然。”两人对视着，阳光穿过树叶，洒在他们身上。鲁贝罗斯走在走廊，心情愉悦地哼着歌。转角处，一个高大的身影挡住了去路。提尔靠在门边冷笑道：“看来你对那个女孩是认真的。”鲁贝罗斯猛地停步，额头渗出冷汗。艾拉提着裙摆，欢快地跑向前方，说道：“殿下，今天也一起玩吧。”鲁贝罗斯站在原地，我不行。艾拉停下脚步，有些不知所措地问道：“殿下？”鲁贝罗斯侧过脸，我没时间陪你玩。艾拉睁大眼睛，为什么？鲁贝罗斯转过身，我是皇太子，有很多事情比你更重要。他头也不回地迈步离开。艾拉独自站在空旷的练武场中央，显得格外渺小。他轻声喊道：“殿下！”鲁贝罗斯没有停下，消失在长廊尽头。艾拉低头咬着指尖，他看起来那么忧郁，到底有多忙呢？是不是有人在逼迫他？我得去问问父亲。艾拉转身穿过长廊，鲁贝罗斯站在阴影中，看着他离去的背影。我不会让任何人碰艾拉一根手指，我一定会保护他。练武场内，木剑击打声接连不断，鲁贝罗斯疯狂挥剑，汗水浸透了衣衫。华丽的宴会厅内，灯火通明。艾拉轻声喊道：“鲁贝罗斯大人！”鲁贝罗斯停下脚步，眼神中没有一丝温度。艾拉垂下眼帘，神情落寞。他收回视线，径直从艾拉身边走过，没有停留。画面转到练武场，高墙耸立，鲁贝罗斯换上训练服，眼神凌厉。他面对着公爵，猛地向前冲去，动作迅捷如电，在空中留下残影。公爵神色从容，鲁贝罗斯凌空跃起，挥动手中的武器。公爵侧身躲避，鲁贝罗斯稳稳落地，单膝跪地，激起一片尘土。练武场中心爆发出一阵剧烈轰鸣，鲁贝罗斯挥动双臂，释放出耀眼的金色光芒。公爵站在一旁，冷静地注视着一切。他微微点头，嘴角露出一抹笑意。鲁贝罗斯满头大汗，脸颊因为兴奋而泛红。他站在空旷的场地上，大口喘着粗气。公爵负手而立，静静等待着。鲁贝罗斯再次抬起手，掌心汇聚起狂暴能量，他猛地向下挥击，地面瞬间崩裂，金光如潮水般炸开，整座练武场被强光彻底吞没。公爵看着崩裂的地面，露出惊讶的神色。哦，太出色了，你进步了。公爵走上前，为了庆祝，我将满足你一个愿望，告诉我任何事。鲁贝罗斯低下头，艾拉的身影在他脑海中一闪而过。鲁贝罗斯握紧拳头，我没什么，等一切结束，我会亲口告诉他，下次再告诉你吧。公爵挥了挥手，到时候你一定要听我的。鲁贝罗斯转过身，径直走向长廊深处，准备工作已经完成了。夜幕降临，高耸的城墙上，火把随风摇曳。鲁贝罗斯站在露台，对面站着一个男人，提尔双臂环抱。真没想到你会主动要求见面。鲁贝罗斯站在月光下，语气平静地说道：“不如我们来做个交易吧。”提尔抱起双臂说道：“你说交易？”鲁贝罗斯站在对面，我正是请求决斗，如果叔叔赢了，我会交出皇位。提尔盯着对方问道：“如果你赢了呢？”鲁贝罗斯回应道：“如果我赢了，你就必须离开皇宫。”提尔露出微笑说道：“很好，我中意这个提议。”两人来到空旷的庭院，相对而立。提尔握住剑柄说道：“我们走吧，尽量别死掉。”鲁贝罗斯眼神冰冷：“开始吧。”鲁贝罗斯站在场中，剑光瞬间闪过，他的肩膀被划破，鲜血渗出。从一开始就全力以赴吗？提尔手中凝聚光芒，嘴角带着笑意，简直就像是他一直在等待这一刻。鲁贝罗斯站在光阵中，如果早知道会变成这样。提尔挥动长剑，手中汇聚紫色光芒，就是这样。鲁贝罗斯眼神冰冷，根本没有理由让愧疚感吞噬我。他稳住身形，直视前方的对手。提尔挥剑猛攻，鲁贝罗斯侧身躲避，动作游刃有余。提尔停下动作，手中凝聚紫色光球。你为什么不进攻？鲁贝罗斯神情冷淡，已经结束了吗？提尔咬紧牙关，愤怒地低吼道：“你！”提尔跃向空中，手中汇聚紫色能量。“你这无礼的小鬼！”
鲁贝罗斯站在原地，已经足够了，是时候结束这一切。他伸出手掌，脚下瞬间展开巨大的金色法阵。提尔露出狞笑，正要发动攻击，却突然僵在原地。法阵的光芒将他彻底锁定，金色锁链凭空出现，将提尔死死捆绑。他发出痛苦的惨叫。鲁贝罗斯走上前，俯视着跪在地上的对手。提尔露出冷笑，果然如我所料，血脉是不会骗人的，你这个红眼的怪物。鲁贝罗斯眼神冰冷，按照约定，请离开皇宫。提尔被锁链束缚，抬头笑道：“没问题。”宏伟的皇宫大殿内，约翰坐在高位上，看着下方的提尔。离开皇宫？你是认真的吗？提尔躬身行礼：“是的，陛下。皇子殿下教会了我很多，我想去看看外面的世界。”鲁贝罗斯冷冷地打断道：“别再说废话了，赶紧离开吧。”他看着提尔的背影，艾拉曾笑着对他说道：“如果你那样做的话。”鲁贝罗斯收回目光。约翰沉默片刻，最终开口说道：“准许你的请求。”约翰的声音在大殿回荡：“我会赐予你基尔顿的姓氏，为了让你不失皇室体面，我会提供相应的爵位和资金。”提尔微微一笑，转身走向大殿出口。鲁贝罗斯静静地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，这真的是结束了。他独自走在空旷的庭院，阳光洒在身上。等他离开这里，一切都会结束。前方出现了一抹白色裙摆，艾拉正等在那里。艾拉提着裙摆跑来，殿下！鲁贝罗斯有些惊讶地喊道：“艾拉！”艾拉走到他面前，双手紧紧攥着一封信。我有一个请求。鲁贝罗斯静静地看着他。艾拉大声问道：“在接下来的社交舞会上，你能作为我的舞伴吗？”鲁贝罗斯愣在原地，看着眼前满脸通红的少女。鲁贝罗斯看着眼前的少女，这太糟糕了，现在绝不能回答他。艾拉歪着头：“殿下。”鲁贝罗斯背过身去，只要等到那个人离开，只要等到一切结束。他紧紧攥住手中的信封。鲁贝罗斯冷冷地说道：“别跟我说话。”他径直从艾拉身边走过，只需要再多一点耐心。艾拉呆呆地站在原地，看着鲁贝罗斯的背影。刚才那事，他这是答应了吧？艾拉脸上泛起红晕，露出灿烂的笑容。呀，真是太好了！他在原地兴奋地跳跃，裙摆随之摆动。感谢上天！提尔坐在马车里，看着窗外经过的卫兵。鲁贝罗斯站在回廊下，按住胸口的领事。终于结束了，现在我可以向艾拉告白了。鲁贝罗斯坐在桌前，看着手里的信件。就在他社交界首秀那天，我要把发生的一切全都告诉他，他一定会很惊讶。如果我向他告白，说我爱他。华丽的宫廷灯火通明，贵族们在台阶前穿梭。马车停在门前，宾客络绎不绝。艾拉提着裙摆走下马车，侍者伸出手扶住她的指尖。艾拉站在玫瑰花丛中，提着裙摆。鲁贝罗斯靠在窗边，看向窗外。这是什么？他转过身，望向花园深处。黑衣刺客挥剑劈下，鲁贝罗斯抬起手臂挡住致命一击。刺客冷笑一声，身形再次消失在暗处。鲁贝罗斯咬牙问道：“是谁指使你的？是提尔叔叔吗？”他挥剑横扫，并回应道：“如果你知道了，又能怎么样？”鲁贝罗斯侧身躲避，反手抓住对方手腕，必须快点结束。艾拉还在等我。大厅内乐曲悠扬，时钟已经指向深夜。艾拉站在人群中，望向入口处。我确信他会来的。塞西尔摇着折扇，对同伴说道：“你听说了吗？他竟然想和皇帝陛下一起跳舞。”芳姐掩面笑道：“他哪来的自信？”艾拉听着周围的嘲讽，又是这样，为什么他像个私生饭一样缠着不放？名媛们继续说道：“真不明白他怎么想的，陛下明明一直在无视他，他居然还想当舞伴。”艾拉垂下眼帘，真是荒谬的妄想。对他们和殿下来说，我只是个理所当然会被嘲笑的人。长剑掉落在地，鲁贝罗斯看着倒在血泊中已经断气的刺客，他抬起手擦掉脸颊上的血迹。结束了。鲁贝罗斯站在满地尸体间，望向窗外的夜色，他长舒一口气，眼神变得冰冷。鲁贝罗斯望向远处的礼堂，乐曲声隐约传来。我迟到了。他穿过走廊，在花纹地毯上疾驰。我必须快点。鲁贝罗斯猛地停下脚步，看着镜子里的自己，脸上沾满了血迹。没用的。门外传来急促的敲门声。殿下，鲁贝罗斯皇太子。鲁贝罗斯低声问道。艾拉。鲁贝罗斯用力擦拭脸上的血迹，却怎么也擦不干净。擦不掉，我该怎么办？房门被猛地推开，艾拉站在门口说道：“殿下。”鲁贝罗斯惊慌地转过头，脸上还带着血痕。艾拉看着他的背影，我已经累了，如你所愿，我会从你的视线里消失。他转身离去，裙摆消失在门后。鲁贝罗斯低头看着地面，他没看见我吧？他望向窗外，背影显得孤寂。我厌倦了这种单相思。鲁贝罗斯愣在原地，脸上血迹未干。艾拉哭着跑开，我再也不会出现在您面前了。殿下，请和优秀的人一起幸福的生活吧。鲁贝罗斯追到门口，看着空荡荡的长廊。艾拉。他环顾四周，满地都是刺客的尸体，终究还是没能结束。只要他留在我身边，就永远无法摆脱危险。为了不让任何人能够伤害艾拉，我要登上皇位，掌控一切。等我变得完美，我一定会向他告白。鲁贝罗斯看着远方，艾拉紧紧抓着胸口。鲁贝罗斯陛下，独自承受这一切，一定很痛苦吧？却无法对任何人说起。他眼中含着泪水，扑进鲁贝罗斯怀里。鲁贝罗斯紧紧拥抱艾拉，只要你平安无事，那就足够了。公爵突然推门而入，看着相拥的两人，他一把将伊拉拽开，对鲁贝罗斯怒吼道：“立刻从他身边离开！你让我的女儿承受了这么多痛苦，现在竟然还敢在这里找借口！”公爵周身魔力激荡，眼神中充满杀意。如果你觉得自己会被原谅，那就大错特错了。他掌心汇聚强光，正面轰向鲁贝罗斯。鲁贝罗斯被魔力击飞，重重撞在墙上，惨叫道：“哇呀！”
鲁贝罗斯咬紧牙关，在魔力的冲击下，艰难地说道：“师傅的教诲是对的。公爵加大了魔力，真正的强者不是发起攻击的人，而是受到攻击也绝不动摇的人。你现在才意识到吗？”鲁贝罗斯在光芒中站稳，为了我爱的艾拉，我绝不会动摇，我会守护她到最后。公爵挥手散去魔力，窗户玻璃碎了一地。他看着鲁贝罗斯说道：“那可不是那个建议的本意，而且那并不是你唯一的错误。”公爵向前迈了一步，皮靴踩在碎玻璃上。你最大的错误是……两人四目相对，空气仿佛凝固。公爵死死盯着鲁贝罗斯：“你向约翰和我隐瞒了一个事实，那就是提尔其实是个叛徒。”公爵愤怒地吼道：“为什么不告诉我，提尔是个叛徒？”鲁贝罗斯看向远方，他策划了很久，是个危险的人，即便我察觉了，他也会准备好退路，所以我决定先积蓄足以对抗的力量。公爵盯着他问道：“你就这样独自做了危险的决定？”鲁贝罗斯回应道：“是的，父亲，我的导师，还有提尔叔叔，你们曾是老友。如果有人适合复仇，我相信那个人是我。”公爵陷入了沉思。艾拉注视着鲁贝罗斯，他正与父亲交谈。威尔登比斯顿公爵感叹道：“在我没察觉的时候，你真的长大了，但你不能独自承担一切，别忘了，还有人在为你担心。”鲁贝罗斯回应道：“我知道，我也有必须守护的人。”他看向艾拉，露出温柔的微笑。公爵看着两人，无奈地叹了口气。走廊尽头，一扇沉重的大门被缓缓推开。公爵夫人看着满地狼藉的房间说道：“天哪，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到处都乱七八糟的。”她看向身边的丈夫：“亲爱的。”公爵尴尬地咳嗽着，不知该如何开口。鲁贝罗斯突然深深地鞠了一躬，说道：“万分抱歉，我误判了自己的力量。刚才在练习，公爵教我的武技，结果一不小心就弄成了这样。”公爵夫人惊讶地捂住嘴巴。鲁贝罗斯继续说道：“我会补偿所有损坏的东西，甚至会从海外寻回稀有的珍宝来弥补损失。”公爵夫人看着他，真没想到，身为皇帝陛下竟然会这样低头道歉。鲁贝罗斯低着头说道：“我并不这么认为，我一直都深感愧疚，真的很抱歉，这么长时间以来伤害了你们真爱的女儿。”他再次深深鞠躬，向公爵夫妇致歉。公爵夫人走上前，伸手抚摸他的脸庞，说道：“谢谢你一直这样珍惜艾拉。”鲁贝罗斯，他温柔地注视着眼前的年轻人。鲁贝罗斯愣在原地，感受着那份温暖，这种感觉从未有过。艾拉站在一旁，心跳不由得加快。公爵夫人拉着丈夫说道：“我们就先告辞了。”公爵挣扎着喊道：“别以为这就结束了。”公爵夫人微笑着，强行将他拖走，说道：“已经足够了。”房门被重重关上。艾拉走到鲁贝罗斯身边，伸手拍掉他肩上的灰尘，说道：“你身上弄脏了。”鲁贝罗斯低头看着他问道：“你还好吗？”艾拉轻声回应道：“当然了。”门外传来敲门声，比安卡推开门说道：“陛下，我们都听到了。”埃尔菲恩也跟着走进来。“是的，我们也接受你的道歉。”鲁贝罗斯愣了一下，问道：“哎？”埃尔菲恩还想说些什么，被比安卡再次拽住衣领，说道：“等等，我还没说完。”比安卡平静地说道：“没关系的。”艾拉挽着鲁贝罗斯，两人相视而笑。就这样，我们以为已经顺利越过了一座大山，然而似乎还有别的事情被隐瞒了。晚宴的餐桌上，气氛异常凝重。约翰放下茶杯，说道：“看来你们还有别的事情瞒着我们。我从未想过你会隐瞒如此严重的事情。”鲁贝罗斯沉默不语，艾拉也低下了头。约翰盯着鲁贝罗斯，眼神中透着威严。埃皮娜轻声叹气说道：“艾拉，连你也这样，我真的很失望。”鲁贝罗斯低下头说道：“我很抱歉，我再次向各位道歉。虽然我早有察觉，但当时没有证据，而且那时我还太小，无法立刻采取行动。”他神情坚定地说道：“我可以亲自处理提尔叔叔的事情。这段时间我一直在为此积蓄力量。”先皇夫妇愣在原地，满脸困惑。埃皮娜疑惑地问道：“提尔，为什么突然提到提尔的事情？”鲁贝罗斯和艾拉惊讶地对视一眼。埃皮娜微笑着说道：“我们真正一直好奇的事情是你们两个的关系。”艾拉满脸通红地问道：“是的。”埃皮娜笑着说道：“我们知道你们在交往，只是你们从没提过，所以我们很好奇。”鲁贝罗斯震惊地喊道：“母亲，您在说什么？”埃皮娜继续问道：“所以你们的结婚计划呢？”约翰正喝着茶，闻言猛地咳嗽起来。鲁贝罗斯慌乱地说道：“我是说结婚。”艾拉羞得捂住脸，不知所措。鲁贝罗斯平复心情说道：“更重要的是，关于提尔叔叔的事，您不想再问我什么吗？”约翰放下茶杯问道：“当你刚才说相信我的时候，你不是认真的吗？”鲁贝罗斯回应道：“当然是认真的。”约翰露出微笑说道：“那就足够了。既然你选择了这条路，我会支持你的。”约翰举起茶杯说道：“我会信任你的。不过，艾拉……”鲁贝罗斯沉默不语，静静听着。“那么，我们什么时候能抱上孙子？”艾拉惊慌地回应道：“是的。”鲁贝罗斯猛地站起身：“父亲！”约翰看着两人的反应，大笑着说道：“这就是为什么和年轻人聊天总是这么有趣。”埃皮娜无奈地说道：“真是的，请不要再捉弄他们了。”他看着羞涩的孩子们，露出温柔的笑意。或许这就是我们想要守护的日常。晚宴在温馨中继续，一家人享受着难得的平静时光。约翰笑着说道：“大家一起吃饭，味道果然更好，你觉得呢？”艾拉微笑着回应道：“是的，只有我觉得。”气氛超级尴尬吗？埃皮娜看着艾拉说道：“希望这些菜能合你的胃口。如果有什么不满意，或者觉得哪里不舒服。”艾拉急忙摆手说道：“不，完全没有，真的非常好吃。”鲁贝罗斯侧头看向艾拉，他看起来真的很紧张。埃皮娜继续说道：“
你在南方的那些经历，不管听多少遍，都让人印象深刻。艾拉垂下眼帘，回应道：“是的，原来父亲和母亲把那些事都告诉他们了。”约翰看着艾拉问道：“听说你在那里住了3年，而且已经习惯了那座城镇，是真的吗？”“完全不是，我是为了忘记陛下才去那里的。”艾拉微笑着回应道：“是的，那是个温暖平静的地方，非常适合平复我的心情。”约翰继续问道：“听说你在那里还遇到了朋友兰德尔，甚至学会了骑马？”艾拉低声回应道：“是的，父亲和母亲到底告诉了他们多少？”约翰靠在椅背上说道：“我在南方有一座别墅，虽然空置了很久，但一直有人在维护，应该没什么问题。别墅后面的土地非常适合骑马，离你住过的地方也不远。我已经把别墅转到了你的名下，你想休息的时候随时都可以去。”艾拉惊讶地回应道：“我明白了。”约翰看着艾拉说道：“这是送给你的礼物。”艾拉猛地站起身，惊呼道：“什么？”约翰笑着看向夫人说道：“看吧，我就说他会很惊讶。”埃皮娜温柔地回应道：“惊喜会让人们感到更加幸福，不是吗？”艾拉坐回位子上说道：“非常抱歉，但我不能接受，我没有做过任何值得收到这种礼物的事，给我这样的人实在是太浪费了。”约翰神情严肃地说道：“这不是奖励，只是单纯的礼物。”埃皮娜微笑着补充道：“礼物是送给想要分享心意的人的，希望你能在那里创造出全新的回忆，加上你第一次在那里度过的时光。”艾拉愣在原地，埃皮娜继续说道：“希望你在南方的时光对你而言能成为一段美好的回忆。”艾拉看着眼前的景象，发出一声惊叹。鲁贝罗斯站在一旁，沉默地注视着他。埃皮娜拿出一个深蓝色首饰盒，推到艾拉面前，说道：“其实我也有礼物要送给你。”他缓缓打开盒子，里面是一对璀璨的蓝宝石耳环。艾拉看着耳环说道：“这是？”埃皮娜微笑着回应道：“这是我最珍视的宝石之一，我想把它送给你。我觉得任何耳环戴在你身上都会很好看，所以挑选时费了不少心思。”艾拉有些迟疑地问道：“皇太后，陛下，我真的可以接受这份礼物吗？”埃皮娜肯定地回答道：“当然可以。”蓝宝石在灯光下闪烁，这该怎么说呢？我是说我很开心，但是……埃皮娜微笑着回应道：“我当然明白，你现在一定很开心。虽然我和陛下已经和好了，但还是觉得有些不安。毕竟我们才刚刚走到这一步，如果突然收到这种礼物，陛下也会被吓到的吧？”艾拉转头看向鲁贝罗斯，果然，陛下看起来也很惊讶吧？鲁贝罗斯察觉到视线，对着他温柔的微笑。艾拉瞬间红了脸，为什么他突然变得比以前更帅了？虽然我知道他一直都很英俊，但现在这种感觉……艾拉低下头，双手紧紧绞在一起，振作一点。我刚才到底在想什么？鲁贝罗斯侧过头问道：“怎么了？你有话想对朕说吗？”“你的脸。”艾拉慌张的摆手回应道：“不，完全没有的事。”约翰轻咳一声，打断了年轻人的交谈：“我们还有些事情要处理，就先失陪了。看来剩下的甜点只能由你们2个单独享用了，真是抱歉。”埃皮娜跟着起身，向2人点头致意。鲁贝罗斯笑着回应道：“既然如此，那也没办法，请不用担心我们。”他转头看向艾拉问道：“你应该也没意见吧？”艾拉连忙点头回应道：“当然没问题，毕竟陛下和皇太后才是最优先的，我完全没有意见。”埃皮娜看着艾拉，哦，他看起来真的很开心。你们2个的表情简直一模一样。长辈们离开后，餐厅陷入了寂静。鲁贝罗斯靠在桌边说道：“辛苦了。”艾拉无力地趴在桌上，刚才到底发生了什么？竟然突然送我这种贵重的礼物，这种沉重的压力让我快要窒息了。为什么要把这种东西送给我这样的人？鲁贝罗斯看着艾拉说道：“这个嘛，我想是因为我们很快就要成为一家人了，难道不是吗？”艾拉愣在原地，我成为家人的一员。鲁贝罗斯看着他，陷入了沉默。这种完全平淡的反应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他看起来似乎完全没有把我们当成家人的打算。他无奈地苦笑起来。鲁贝罗斯看着艾拉说道：“皇室和威尔登比斯顿家一直都像家人一样，不是吗？既然你回到了首都，他们自然都很高兴。”艾拉低声回应道：“我明白了，他们竟然对我如此厚爱，我心中充满了感激。”鲁贝罗斯注视着他，他看起来不像在演戏，似乎是真的被感动了。不，这不可能，难道这是某种策略吗？艾拉突然惊呼道：“我太惊讶了，竟然忘了向他们道谢，我刚才的表现实在是太失礼了。”鲁贝罗斯陷入了沉思。不，艾拉绝不会做那种事。既然如此，那还能是因为什么？所以他刚才的意思是，他们今天看起来很忙，下次见到他们时，一定要好好向他们道谢。在经历了这么多之后，难道他还打算嫁给除了朕以外的其他男人吗？难道他是在委婉地说，不想和我成为家人吗？鲁贝罗斯眼神微颤，艾拉轻轻拉住他的袖子，有些羞涩地问道：“那个，等我去向他们道谢的时候，你会陪我一起去吧？”鲁贝罗斯愣在原地，心跳瞬间漏了一拍，刚才的疑虑一扫而空，取而代之的是无法抑制的喜悦。他握住艾拉的手，嘴角微微上扬，说道：“这种事根本不需要问，我随时都准备着，只要是你想去的地方，我都会陪在你身边。”鲁贝罗斯注视着艾拉，只要是你想要的，我什么都会去做。艾拉愣在原地，脸颊泛起红晕。艾拉看着鲁贝罗斯问道：“真的可以吗？”鲁贝罗斯握住他的手，回应道：“当然，告诉我任何你想做的事，我会让一切成真。我想做的事，任何事。”艾拉犹豫着说道：“那么，我希望你每天给我写一封信，那是我的愿望。”鲁贝罗斯看着他说道：“真可爱，交给我吧。”“没问题。”艾拉展开手中的卷轴，想和鲁贝罗斯陛下一起做的事，第1条是每天给我写信。他继续说道：“还有一起吃冰淇淋，晴天要牵着手散步，雨天共撑一把伞，还要一起去看星星，躺在您的膝盖上休息。”鲁贝罗斯回应道：“
当然，那还挺多的。艾拉有些害羞的问道。其实我还有更多，也可以说出来吗？他微笑着说道。我会全部实现的。现在轮到我努力了。鲁贝罗斯握紧拳头，全都告诉我吧。艾拉笑着回应道。好的。鲁贝罗斯还不知道，艾拉一直以来压抑着的悲伤与渴望远超他的想象。那么，他开始滔滔不绝分享合照，一起吃冰淇淋，与天共撑一把伞，在窗边喝茶，在月光下散步，睡着时为对方盖被子，每天亲吻手背，在公园野餐，互相喂食三明治，在日记里画爱心，每天至少发一条信息，密密麻麻的愿望填满了整个画面。鲁贝罗斯瘫坐在地，陷入了呆滞。艾拉开心地说道：“还有。”他擦了擦额头的汗，呼。鲁贝罗斯陷入了沉思。鲁贝罗斯看着长长的清单，陷入了沉默。就这些了吗？艾拉有些期待地问道。我还能写更多吗？鲁贝罗斯连忙摆手说道：“不，我的意思是，我们没法一次性做完，所以先决定顺序吧。先从我现在能为你做的开始。”艾拉思索着说道：“那就请从1000只纸鹤开始吧。”鲁贝罗斯愣在原地。1000只纸鹤？艾拉有些不安地说道：“如果那太难了，我们可以。”鲁贝罗斯猛地站起身说道：“你在说什么？没有我做不到的事。”艾拉合起双手说道：“我好开心。”盛大派对结束几天后，鲁贝罗斯坐在办公桌前，桌上堆满了紫色纸鹤。他拿起一张红纸：“我可以做到的，1000个。”侍从走近说道：“这是报告。”鲁贝罗斯盯着红纸说道：“放那吧。”他放下折好的纸鹤，拿起羽毛笔继续工作。侍从看着满桌纸鹤，陷入了沉默。艾拉提着篮子，快步走在走廊上，不知道他会不会喜欢我做的便当。他忙起来总是顾不上吃饭，从以前开始就是这样。现在我不能做事，不管了。房间里堆满了彩色纸鹤。侍从看着桌子问道：“陛下，1000只纸鹤是不是有点太多了？”艾拉停在门外，听着里面的动静。您没必要做到这种程度，明明政务已经很忙了。鲁贝罗斯低头折着纸说道：“不，没关系，比起他一直以来所忍受的那些时间，这不算什么。”他用力压平纸鹤的翅膀，我打算满足他所有的愿望。艾拉站在门外，静静地听着这些话。鲁贝罗斯头也不抬地说道：“别挡我的路。如果你真的希望我的工作能快点结束，你就没有时间偷懒，对吧？快点过来帮我。”侍从有些迟疑地回应道：“可是。”鲁贝罗斯冷冷地说道：“插嘴和顶嘴是很失礼的。”艾拉听着屋内的声音，为了我必须告诉他已经足够了。他握紧门把手，我真正想要的不是纸鹤，而是鲁贝罗斯陛下的爱。艾拉猛地推开大门，陛下！屋内的人都停下动作，惊讶地看向门口。鲁贝罗斯愣在座位上，看着突然闯入的艾拉。鲁贝罗斯的手指正忙碌地翻折着彩纸。糟了，为什么他会出现在这？桌边的侍从每个人手里都拿着纸鹤。他僵在座位上，看着推门而入的艾拉。艾拉走到桌前说道：“鲁贝罗斯陛下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”鲁贝罗斯有些慌乱地回应道：“因为我没时间了，所以……”艾拉大声喊道：“这根本不是我想要的！”他看着满屋子的纸鹤，不需要1000个，也不必非要是纸鹤，我只是想看到你为我努力的样子，为我着想。艾拉咬紧牙关说道：“我绝对不想要这种东西。老实说，我希望你直接告诉我。”鲁贝罗斯僵在原地，看着桌上堆积的文件。艾拉转身离去，鲁贝罗斯急忙追上前喊道：“请等一下！”他伸出手想要抓住他，却只触碰到了空气。艾拉低着头说道：“打扰了，对不起。像你这么忙的人提了这么多要求。”他头也不回地走出门外。所以，请不要再这样做了。沉重的房门被用力关上。鲁贝罗斯站在原地，看着紧闭的大门。侍从们低着头，不敢发出任何声音。鲁贝罗斯缓缓松开手，指尖滑落一只紫色纸鹤，纸鹤孤零零地掉在地上，在华丽的地毯上翻滚。